多谢公子赐仙路，救我儿性命。仙路，天子脚下竟有如此装神弄鬼之辈。大娘，您长得真好看，跟庙里的菩萨似的。小娃娃，这泥塑是？这是陆公子呀。哦，陆公子。陆公子是活神仙，他分的甜水喝下去身子就暖和了。俺娘说比过年喝的甜汤还好喝嘞。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力，敢在天子脚下装神弄鬼。那你能带我去看看吗？好呀，跟我来。大娘，你也是来求仙路的吗？这可不是什么仙路，公子说了，这叫感冒冲剂，就是把好几种预防风寒的药材磨成粉，用水冲开，喝下去身子暖了，病邪就不容易侵入了，所以叫冲剂。姑娘，这镯子便当做药资吧。不，您这太贵重了。公子有规矩，穷苦人家分文不取，富贵人家随缘布施。您有这份心意就够了。此人品行高尚，之前倒是误会于他了。站住，去后面排队。陆公子的药就是神，上回俺家那口子发热，喝了一碗就好利索了。可不是嘛，真是活菩萨下凡啊！这甜水好喝，喝下去浑身都暖洋洋的。预防类药剂才5点一人，上次治高烧可是10点，预防才按治疗类50%计算。行吧，比起前世天天996，最后猝死在手术台，如今衣食无忧，还能救济一方百姓，倒也不错。哎呀，这位大姐你怎么了？看她像是喘不上来气。警告！警告！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若不及时救治，将有生命危险。系统，立刻兑换沙丁1楼起雾器，都让开！1万点，这夫人的身份绝对非同时可。公子，方才那仙药是何物？夫人，此乃家传秘药，制法繁琐，恕难外泄。不过此药我可以定期为您配置。这便当是定金。卧槽，还是当医生赚钱，这暴利，古今光外，概莫能议。夫人，你刚受了惊，气血不顺，容易招惹风寒，喝一碗预防一下。多谢公子，多谢公子。应天府权贵，有气急。大明朝有这毛病的大人物是哪个来着？怎么一时想不起来？公子，我把李大婶的腰治好了，就用你教我的那个腰椎复位术。我让她趴好，这么一按，那么一扭，咔吧一声，李大婶当时就站起来了，腰也不疼了。2年前从人牙子手里救下她时，她还是个又瘦又小，话都不敢大声说的黄毛丫头，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了。灵儿，别这么拘束，把这当自己家。公子，这里就是我的家，当年要不是你，我早就死了。我会一直陪着公子，永远不离开。不能再让这丫头只当个学徒了，得想办法把她培养成一个真正的医者，一个能独立行医的医生。陛下，皇后娘娘回来了。妹子，今天瞧着精神不错。崇爸，我跟你说，今天要是运气差一点，我就回不来了。妹子，怎么回事？我这病说犯就犯了，一口气堵在喉咙里，眼前阵阵发黑，差点就这么过去了。胡闹！宫外犯病，随行的太医呢？咱养着那帮废物是让他们在太医院里喝茶的吗？事发突然，怪不得他们。崇爸，你是不知道，当时我这气都喘不上来了，眼前一黑，差点就去了。不过我今天倒是得了个宝贝，喏，你看，一点也不苦，药效还好得很。哦，这材质非金非铁，这做工，上面这些鬼画符是什么字？咱怎么一个都不认得？一个乡野郎中哪来这种东西？这东西绝不是咱大明之物，难道是哪个番邦派来的探子？哼，所谓的医者仁心，指不定是别有用心的伪装。来人，传刘伯温进宫，把这东西送到太医院，让他们给咱好好瞧瞧，看能不能配置出来。奴婢遵旨。这头疼的毛病又犯了。
太医开的那些汤药屁用没有，喝了照样疼。微臣参见陛下。去给咱查个人，清泉村一个姓陆的大夫，查查他的底细，祖宗18代都得给咱翻出来。哼，咱怀疑此人非我大明之时，可能是异域派来的奸细。不行，光查不保险。明日你随战一道去趟清泉村。一个乡野郎中，竟引得当朝天子亲自出宫探访，清泉村怕是要变天了。看什么看？没见过大的。大是大，但你长期心情郁结，导致内里经脉不通，时常胀痛，不早治疗恐会病变。神医啊，居然一眼就看出我的毛病！神医，神医救命啊！神医救命啊！小柱子，你醒醒啊！孩子的脸泛着青紫色，嘴唇却是一种诡异的樱桃红色，呼吸微弱，瞳孔已经散大，对光线毫无反应，麻烦了。快把孩子抱进来！02，突诊器。他不是生病，是中毒了。中毒？是哪个天杀的干的？俺的娃才6岁，是谁下的毒手？俺要活剐了他！这就是妹子口中能起死回生的活神仙，查清楚了吗？陛下，查清楚了。咱倒要好好看看这小子到底是人是鬼。没人下毒。昨天晚上你们屋里是不是烧着炭盆？门窗是不是都关得死死的？天冷，是关着。烧炭产生的废气就是毒气，屋子不通风，毒气散不出去，人吸了就会死。炉火闭气，这病我倒是听说过，一旦中了，十死无生。这小子难道真的有办法？这是在干什么？炼丹吗？这是供氧，把干净的气送进他肺里，把毒换出来，这是解毒，减轻脑部的水肿。活神仙，你真是活神仙啊！命暂时是保住了。这哪里是什么乡野郎中，这分明是身怀绝技的奇人。但是毒气入脑，他脑部可能受损，会有后遗症。后遗症？就是说脑子被毒气熏坏了，以后可能会记性不太好，反应慢一点。但人活着比什么都强，不是吗？活着就好，活着就好。诊金就不要了，快带孩子回去吧，让他好好歇着。记住，屋里一定要通风。多谢神医，多谢神医。成功救治一氧化碳中毒患者，获得积分200。200？就200？病症越重，救治难度越高，给的积分就越多。可这个孩子明明一只脚都踏进鬼门关了，怎么才给200积分？除非这病根本就没治好，或者说救不回来了。这孩子最好的结果恐怕……你刚才为何叹气？实话跟你说吧，那孩子最坏的结果是变成植物人。植物人？啥玩意儿？人还能变成花花草草不成？差不多，就是说他会像草木一样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有心跳，有呼吸，但没有思想，没有意识，跟一具活着的尸体没什么区别。古籍有载，此等症况或可用金针刺脑，辅以汤。没用，医书上的法子听着都好听。先不说要用多少名贵药材吊着命，光是日夜不休的照料、喂食、擦身、翻身，一个时辰都不能断。这家人谁来做？不去做活，一家老口吃什么？就算他们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找到了神医，凑齐了药材，不眠不休地伺候着，成功的可能也比出门被天雷劈中高不了多少。这根本不是治病，这是用一家人的命去填一个无底洞，到头来人财两空。其实这世上就一种病，穷病。穷病？他朱元璋就是从这穷病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比任何人都懂这2个字的分量。当大明开国皇帝遇上现代血压仪，放轻松，别攥拳头。我倒要看这小子能玩出什么花样。这个东西在挤我的胳膊！别动，这是在测你血脉里的劲儿。高压186，低压98。你这血压太高了。高是不是代表好？
正常高不应过140，低不应过90。你这都180了，再高点脑袋里的血管就跟被吹爆的猪尿包一样，砰的一声，到时候人就没了。或者半身不遂，躺在床上流哈喇子，任人摆布。这上面画的鬼画符是何物？哦，这个啊，这是阿拉伯数字，专门用来计数的。把这个记下来，回头研究研究。是。这上面除了能勉强认出刚才念的几个，其他的跟鸡爪子挠出来的印子有什么区别？老先生要是想学，不如去问我那徒弟，他都学会了。能者为师，去吧。别怕，就当是教村口的阿牛就行。老先生，请随我来。每日2次，每次1片。对了，切记，早睡早起，别熬夜，不要吃得太油腻。若是有事缠身，睡不了这么早怎么办？怎么办？那就等死呗，还能怎么办？陆公子，这测血脉劲儿的物件儿，可否卖给我们一个？送你们了。陆公子，俺也有些不舒坦，你也给俺瞧瞧。你这是风寒，回去躺着静养。不对劲，你这是干什么？量体温，别动。39度8，烧得不轻啊！都烧成这样了，你还出来晃？你这风寒拖得久了，高烧不退，吃药太慢，我给你打一针，退烧快。打针？你要做甚？这是目前最快的退烧办法，一针下去，保管你半个时辰内退烧。做好准备，该打针了。等等，你要往哪儿扎？当然是打屁股针。你不要过来啊！士可杀不可辱，俺不治了。让你脱你就脱，扭扭捏捏像个什么样子？咦，太脏了。好了，这是退烧药，1天3次，1次1包，饭后用温水送服。你们在看什么？老爷，灵儿姑娘的算学之法实在精妙绝伦，我正向她请教一道鸡兔同笼的难题。刘伯伯，这题若用算术硬算，颇为繁琐，但若是用公子教我的法子，就简单多了。我们可以设想，鸡的数量为一个未知数，称之为 x； 兔子的数量为另一个未知数，称之为 y。什么丝，什么歪，哪来这么多名堂？直接一只一只数不就完了？鸡和兔总共35只，所以 x 加 y 等于35。鸡有2只脚，兔子4只脚，总共94只脚，所以2个 x 加4个 y 等于94。你看，从第一个式子可以得出 x 就等于35减去 y。等，这弯弯绕绕的还设想？打仗哪能靠设想？俺就觉得直接数最快。妙啊，以未知代实数，再通过等式转换求出其解，此法简直是鬼斧神工。这哪里是算学？这分明是治国理政的一柄绝世利器啊！以算学之法，将世间复杂的数量关系巧妙地用符号与等式呈现，再经简单验算，便能得出精准结果。这不仅是算术之进步，更是思维之革新呐！日后怕是少不了前来叨扰姑娘了。今日天色已晚，咱就不多叨扰了，还未请教小兄弟姓名。洛凡，那老哥你贵姓啊？朱大彪。嚯，皇家姓氏啊！老哥是不是跟皇上有亲戚？天下诸姓何其多，只是凑巧罢了。那小兄弟，咱们后会有期了。后会有期。陛下，俺说句实在话，那陆小子医术是有的，就是这法子忒不体面。一想到我堂堂魏国公被人按着打了屁股，羞煞我也。体面能让你半个月下不了床的风寒，一夜就好利索。哼，咱看就挺好。以后军中将士要都这么来一下，得省多少事儿？不行，绝对不行！这要是传出去，俺们大明官员的脸面还要不要了？魏国公莫气，陆小哥的医术确实奇特，我就想着太医院或许可以派人去学学，尤其是那个能喷的药，还有测血脉的法子，都是闻所未闻的宝贝。学啥都行，就是不能学扎屁股。
陛下娘娘，医术之事臣不懂，但臣今日却是见到了真正的神算之术。哦，伯敏，你说的是那个叫灵儿的小丫头？正是，那小丫头的法子只需设2个未知之数，列一道算式，答案便一目了然，简直是为我大明户部量身定做的神器呀！那丫头是个好苗子，招进宫来，入秘书省专司算学，如何？陆公子此人性情难测，臣以为为师者多半不会阻拦弟子前程，只是此人实在难以常理度之。重八，咱们以诚相待便是。我看那陆公子心是善的。娘娘说的是，强扭的瓜不甜。依臣之见，不如先许他个闲散官职，全当一份恩典，日后再慢慢图之。就按咱妹子说的办，传令下去，撤掉监视的锦衣卫。100万积分，买个在这大明朝连油都加不上的铁皮盒子，有什么用？我去，救护车这玩意儿，大明朝应该是用不上了。可这个应急用品，又是准备让谁用？这个好，应天府米贵，居大不易，这可不是一句空话。柴火的价格更是高得吓人，不仅运输成本高，而且官府层层盘剥，还被那些豪门大户垄断了炭石买卖。普通百姓冬天能烧上炕就不错了，现在有了这电热毯，省钱神器啊！兑换。舒服。神清气爽，通体舒甜，病了大半个月，这就好了。太他娘的吓人了！夫人，快给韦航更衣，老子好了，要进宫面见陛下。真的好了呀？那还有假？那陆小子有2下子。是开了什么灵丹妙药？药？他给老子屁股上来了一针。什么？他怎敢对国公爷如此无礼？嗨呀，是陛下允了的。你是不晓得那小子有多大胆，他连陛下都敢绑，用一根布带子把陛下的胳膊捆得紧紧的，还往里头打气。他还敢做出那样出格的事，那场面可太吓人了。陛下，关中大旱的赈灾事，李爱卿办事，咱一向放心。爱卿，你过来，咱给你瞧瞧身子。瞧瞧身子，咱得了件稀罕物，也让你开开眼。来，李相，伸胳膊。120/80，正常。哎呦，陛下，您有所不知啊，臣这条腿最近疼得厉害，一阵一阵的钻心疼，晚上都睡不着觉。如尚书，你这气色，老如，你这是怎么了？瞧着跟个霜打的茄子似的。尚未盛名。太医院的说臣这是消果症，总是口渴，总是饿，人却一天天往下掉肉，实在是折磨人。三位，臣倒是全好了，那折腾了臣半个多月的风寒全好了。这不就是天意？走，咱们都去清泉村，让陆小子给你瞧瞧这消渴症。对，老如你必须去，那小子的手段是怪，直接给老子屁股上来了一针，可他娘的真管用。臣遵旨。好，就这么定了，咱们这就去。李相，你也跟着去，让陆公子好好给你瞧瞧，看你那条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毛病。夫人，你这月事可还规律？时而来，时而不来，小腹还时常隐隐作痛。那你家老爷可有孩子？老爷与大夫人育有一女。那你家老爷今年多大？50有2。50多了。之前有过一女，说明男的没问题。而且，我小便时会有些刺痛。夫人，您怎么能把这种污秽之事说给一个外男听？这成何体统？你这郎中到底会不会看病？问东问西，净问些下流无耻的问题。我看你根本就是个浪荡子，想借着看病的名堂打探女主家的私密事。从进门你那眼珠子就滴溜溜的盯着我家夫人看，再看给你眼珠子抠了。关中王，你是何人府上，敢在此地喧哗，动不动就要抠人眼珠子？瞎了你的狗眼！
县城夫人都不认识，冲撞了我们夫人，把你这一身老骨头拆了当柴烧。识相的，赶紧跪下磕头，给我们夫人赔罪，不然等老爷一句话，直接把你这老匹夫抓进县大牢，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区区一个7品县城的下人，竟也敢如此嚣张跋扈。刘县城，咱倒要看看他家的夫人有多金贵，都给咱带走！哎，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我家老爷可是朝廷命官。大表哥，且慢！这位夫人是病人，远来求医，还请高抬贵手。至于这个刁奴口出不逊，您要如何处置？小子绝无二话。你倒是个是非分明的。好，就听小兄弟的。夫人救我呀！把那老陈婆带远点就放了，咱倒要看看这刘县城是个什么货色。明白。夫人，你这病症复杂，寻常的望闻问插怕是看不准。我需要取你一滴指尖血，做个检查，方能确诊。取血？大表哥，接下来的诊治事关夫人情绪，还请您和诸位回避一下。夫人，接下来的问题，请务必如实回答，这关系到你的性命。你家老爷近期的日常作息是否规律？那你家老爷身体可有异样？比如排尿时是否有不适感？躯干部位可曾出现过异常的皮肤症状？肢体是否有不明原因的痛感？有，都有。老爷说是操劳过度。操劳过度？夫人，你得的不是不孕之症，而是花柳病。不可能！我洁身自好，我怎么会得这种肮脏病？这病从来不问你是否洁身自好，它只通过方式与血液传播。夫人，这东西不会骗人，你再仔细想想，你家老爷真的只是操劳过度吗？他几乎每隔1、2日就要去那些烟花柳巷之地。夫人，这病不是绝症，但极其凶险，想要根治，必须夫妻空治，否则便是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你。夫人，请宽衣，这一针需打在臀上，药力才能最快遍布周身。宽衣，不，你胡说！你是个骗子！我没病，我没得那种脏病！求求你，让我走吧！我求求您了！有些病在身，有些病在心。心病难医。小兄弟，他这是惠鼻忌医，神仙难救。那咱今日前来是想请你为我这位朋友瞧瞧病。劳烦小哥了，近来总是头晕欲眩，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这身子骨也一天比一天瘦得厉害。劳烦手伸出来。你最近是不是喝水喝得特别多，总觉得口渴？是。是不是饭量也比以前大？刚吃完就觉得饿？正是。是不是夜里起夜频繁，小便也多？是不是明明吃得多，人却像漏了底的米袋，一个劲儿的往下掉肉？神了！你得的这病，通常的大夫叫消渴症，在我这里，它有另一个名字，叫糖尿病。糖尿病，这名字听着怪，莫不是说这尿是甜的？你猜的没错，病到深处，尿液里的糖分排不出来，确实会带有甜味，甚至能招来蚂蚁。但这只是表象，根子在于身体无法正常利用吃进去的糖分，导致这些糖分在血里越积越多，最终拖垮整个身子。随我进来吧。这又是何物？采一滴指尖血，就能查出血液里糖分的高低，也能看出这消渴症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咋又是滴血？这滴血能查的东西多着呢。听见没？又要滴血了！
刚才那位刘夫人也是滴血，查出来一身脏病。要不让陆小子也给你好好查查，多扎几针，看看你是不是也……徐天德，你休得胡言，简直是粗鄙武夫，有辱斯文。27.2，听着不高啊，不高。正常人的功夫血糖应该在6.1以下，这老哥的血糖已经出了正常级的4倍还多，这是萧可正已经到了极为危急的信号。会不会是这东西出错了？你再给我测一次。这又是什么意思？意思是爆表了，这老哥的血糖已经高到超出了这台仪器的测量上限，根本无法显示具体数值。你随时可能陷入酮症聪远加昏迷，性命危在旦夕。快救我！小先生，救我！老哥莫慌，还有救，必须立刻注射胰岛素，先给你注射10个单位。系统，兑换1支超速药胰岛素。为何不打屁股？上部外侧皮下脂肪薄，吸收更快，药效也更佳。陆小兄弟，你方才说的血糖究竟是何物？血糖就是血液中的葡萄糖。那不就是甜水吗？不完全是，葡萄糖是咱们身体最主要的能量来源，就像烧火用的木炭，没有它人就没力气。但如果太多了烧不掉，堆在身体里就会把人活活淹死。那我朋友血糖如此之高，可是因为平日里吃糖吃的太多了。糖是诱因，但并非唯一。大彪哥，我们日常吃的大米、白面，还有馒头、面条这些主食，在体内同样会转化为葡萄糖。这些东西我们称之为碳水化合物啊？什么化物？就是像木炭能燃烧发热一样，米面到了我们肚子里也会被转化成糖分，为身体提供能量。哦，咱明白了，就像将麦粒浸泡，使其发芽，再入锅熬煮，便能熬出甜滋滋的麦芽糖。这比喻妙极。这消渴病能根治吗？可以通过有效的治疗与调理，完全可以将其控制住，恢复如常人一般的生活是没问题的。何为有效治疗？关键在于胰岛素。人体内有个叫胰腺的器官，它会分泌一种物质，就是这胰岛素。它的作用就像一把钥匙，能打开身体细胞的大门，让血液中的葡萄糖进去，转化为能量。这老哥的病，正是因为他体内的这把钥匙要么是坏了，要么是数量太少，导致血糖堆积在血液里，无法被利用。若能将这小子带回太医院，大明的医术岂不是要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萧可正的成因极为复杂，并非单一因素导致。首先是先天体质，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称之为基因。基因？难道这病还和鸡有关系？是基础的基，因果的因。你就是那个庸医！你好大的胆子！为何无故扣押本官家眷，还打伤我的奴才？就是他，老爷，就是他把夫人关起来，还指使人打了我们。人证在此，你还有什话可说？来人，给我把他抓起来，带回县衙大堂审问。我看谁敢！你身为一方父母官，却鱼肉百姓，夜夜笙歌。哼！你胡说八道！你又是什么东西，敢管本官？哼！那你的花柳之症从何而来？反了，都反了！来人，把这些刁民都给我抓起来，统统抓起来！飞羽福，是锦衣卫，皇家之人。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小人罪该万死，求贵人饶命，求贵人饶命啊！你可知罪？知罪，下官知罪。下官是听信了府里下人的谗言，误以为先生见色起意，这才情急之下逾越了规矩，冲撞了贵人。你来说。是他，是这个老奴才，是他胡言乱语。是奴婢受了老爷的指使，污蔑先生。现在，我们来谈谈你这父母官到底贪没了百姓多少钱财？贵人明鉴，下官是被冤枉的。哼，冤枉？那你这花柳之病从何而来？是府里的妾室，是他不检点，在外面染了病，传给了小人啊。你小腹刺痛，夜庙频数，至少也有半年。最近半月病情加重，已经开始溃烂流脓。这种程度绝非近期感染。呸！俺说呢，什么妾室能有这本事？就你这德行，
怕是把大大小小的窑子都逛遍了吧？你身为朝廷7品县丞，识君之路，牧守一方，却私德败坏，身染此等误会之症。是那贱人玉府里的花匠有染，真的不关小人的事啊！公子不好了，人在河边发现的，把他放下来，快！灵儿，过来帮忙，按这里，对，用力，别停！你这刁民，你干什么？你敢轻薄我的人？系统兑换1支肾上腺素，瞳孔散大，固定。对光反射消失，他已经死了。他真的死了。哼，一个身份卑微的妾室罢了，死了便死了。你知道他今天为什么来找我吗？他不是来找茬的，他是来问诊的。他想问问我，为什么她嫁给你这么久，肚子却一直没有重意？而你呢？你都对她说了什么？你当着所有人的面骂她是不下蛋的鸡，骂她给你戴绿帽子。是你亲手把她逼上了绝路，是你杀了她。身染脏病却不知收敛，反而祸及无辜家眷，致其含恨而终。似你这人渣，也配为我大明的父母官？将此妖押入御史堂大狱严查。咱倒要看看他这些年究竟还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无凭无据，你不能放开我！放开我！寻一口好些的棺木，将这位夫人妥善安葬了吧。若我没猜错，您应该就是当今圣上吧？能调动锦衣卫，姓朱，腰佩龙纹玉佩。哼哼，果然还是瞒不住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果然还是瞒不住你。既然如此，你可愿与咱结为异姓兄弟，共饮一盏盟誓之酒？陛下，万万不可！自古君臣有尊，怎可与一介布衣有序？此举有损天家威严啊！是啊，陛下，此事若传扬出去，恐引朝野非议，让那些世家大族抓住画柄，于国朝不利。咱意已决，无需多言。这一番忠肝义胆，这是咱当年起义时随身的信物，你且收好。这可是古董，我必须回赠些什么？陛下，大哥，小弟身无长物，唯有这独家秘制的丹药，便赠与大哥作为回礼吧。这是此药名为，其光效嘛，能使人龙筋虎猛。下次再来就不是喝寡淡的茶水了，得想办法从系统里搞点毛子出来，不把这个便宜大哥惯趴下，都对不起这次结拜的矫情。岁岁平，岁岁安，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平平安安。我这老鼻炎又犯了，灵儿别熏了，我出去透透气。陆公子，还没歇息呢。陆公子好。陆公子，陆公子救命啊！怎么回事？今日从地里回来，我家人就说肚子疼，原本以为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也没怎么在意，不成想却疼得愈发厉害，竟然在床上打起滚来。接着又被衙役围了，实在没奈何，就送到安民堂医治。安民堂的孙神医说是脚长撒，叫抬回家等死。唉，四哥是个好人，原本应该长命百岁的，却害了这要命的脚长撒，只能说他运气不好。生老病死的事，谁又说得清楚？记得老刘头就是这种病，疼得在床上打滚哀嚎，足足折腾了3天3夜才撒手人寰。上有老下有小，四嫂子还有身孕，家里的顶梁柱没了，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唉，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大家还是张罗着帮忙安排一下四哥的后事吧。我认识城东福寿铺的老周，可以买一口便宜的棺材。先抬回医馆去。我按的时候是不是很疼？如果是你就眨眨眼。是怎么个疼法？是不是针扎一般的疼？疼过之后
是不是好像有一条线牵引着？确诊了，就是急性阑尾炎，而且已经恶化成了阑尾穿孔。大家先别忙着准备后事，还有得救。小肠走是要命的病，连安民平堂的孙神医都说无力回天，这还怎么救？这个病是因为阑尾，就是一小节肠子坏掉了，只要把坏掉的肠子切下来就行，不算什么大事儿。只听说过切手指脚趾的，谁听说过肠子？心肝肠胃，自命之所属，肠子也能切吗？若是切了肠子，还怎么活？只要大家听我的安排，我就能把他救回来。你这病还有的救，但却需要切开你的肚皮，切一小节肠子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救你的命。你要是同意，就眨3次眼睛。这位嫂子，我得给他动手术了。真要给我男人开膛破腹，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既然你懂医术，就应该赶紧开出药方，煎熬汤药给他服用。煎药已经危在旦夕，哪里还容得慢吞吞的煎药？只有做手术才能救他的性命。好，我听你的。若是救不回我男人，我也不活了。灵儿，准备手术。是，公子。小蜜蜂兑换阑尾炎手术齐全。病基本已经治愈，应该没啥大事了。最好今天一整天都别吃东西，要是实在饿得很了，就喝点稀粥、豆浆什么的。5天之内不要吃辛辣、生冷之物。陆公子，我家男人真的只需要静养1天就能好？伤筋动骨还要100天才能恢复呢。张四哥的肚子都已经剖开了，却只需要卧床静养1天。这也太神奇了吧！我说静养1天，只不过是为了稳妥起见，怕他弄坏伤口。其实以他的身体情况，现在就能下地行走。已经没事了，大家都散了吧。老四啊，我听说你把肠子都切了，这是不是真的哦？当然是真的。若不把那节坏掉的肠子切下来，今天就是我的头七了。我活了50多年，还从没见过开膛破腹治病的稀罕事儿。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你的伤口？当时我害了脚长收，疼得死去活来，安明堂的孙神医都束手无策，我也就只能等死了。多亏了陆公子啊，他二话不说，拿起刀子就把我肚皮豁了个口子，将坏掉的肠子切了去，算是保住了这条命。破开肚皮，切下肠子，竟然还能救人！若不是四哥亲身经历，真的不敢相信。把肚子剖开，肠子都切掉了，竟然没有死掉，反而病情痊愈。就算是仙家的法术，也不过如此了。陆公子买了几斤最肥的刀口肉，又从家里拿出来半篮鸡蛋，专程来向道谢。陆公子救我性命，我却拿不出像样的谢礼，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大家都是邻居，说什么谢不谢的？别的事情都好说，但这救命之恩不能不谢。要不是你治好我的脚长衫，我早就一命呜呼了。若是没了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老婆还怀着身孕。若是没了我，这个家就完蛋了。那好吧，肉我收下，鸡蛋你拿回去给嫂子补身体。救命之恩就只有一刀肉，若是传扬出去，岂不是让街坊邻居们笑话我不懂事儿？我的张四哥呀，咱们这几条街的街坊邻居，谁家不是穷得叮当乱响？就别说谁笑话谁了。陆公子，你有这么好的医术，干嘛不开个医馆呢？医馆哪是那么好开的？还是尽快给令郎准备后事吧。我陈家3代单传，仅只有这一个独子，还请孙神医千万要救救我儿的性命。诊金药费您尽管开口，但凡只要能救得我儿性命，情愿将城西的绸缎庄相赠。陈老爷，我知你家财万贯，但这阎王路乃是绝症。恕孙某医术浅薄，实在无能为力。就真的连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这阎王力虽然可怖，却也并非无药可治，
只是你来得太晚，令郎又已经进口。莫说是一般的汤药，就算是太上老君的九转仙丹也吃不下去了。若是你能在进口之前求医问药，或许还有些闪转腾挪的手段。唉，只可惜你来得太晚了。孙某实在回天乏术，对不住了，对不住了。断了，断了！陈家的血脉香火竟然要断送在我的手中，100年之后还有何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陈家祖先啊！也不知我前世造了什么孽，竟然要遭受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惨事。不就是孩子病了吗？多大点事情哦！看你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竟然像个妇道人家般哭哭啼啼，有这功夫去找陆公子随便治一治，兴许早就痊愈了呢。我儿害的是阎王力，连孙神医都束手无策。你说的那个什么陆公子真的能治？哼，现如今这世道，神医二字真是越来越不值钱了。随便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敢自称神医，以我看来不过是些庸医而已。你可拉倒吧！半个月之前我害了脚长席，抬到你这里来，你却让说我无药可救，也说要我回去准备后事。结果呢？老子活得好好的，你还有脸说自己是神医？所谓的开膛破腹，多半是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的谣言，不足。诸位乡亲都看清楚了，当时就在这里豁开一个大口子，把我坏掉的肠子割了去，才算是保住了一条命。大家要是不信，可以去清泉村打听打听，很多人都亲眼看到的。连脚长啥都治不了，还敢自称神医？哼，这脸皮怕是比城墙还要厚3分了吧？你说的那个什么，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估计医书都没有读过几本，想来不过是个坑骗渔夫的江湖骗子而已。江湖骗子，亏你说得出口！人家能剖开我的肚子，治好脚长衫，你有这样的本事吗？老子肚皮上的伤口就在这里，你装的什么瞎？你这姓孙的，明明是自己治不了的病，却又不让别的狼藉医治。占着茅坑不拉屎，说的就是你这种庸医。就算他真的治好了你的病，也不过是瞎猫撞上死耗子。哼，老夫是何等样人，世人自有公论。老朽不敢以神医自居，却也知道陈家小少爷已病入膏肓，便是华佗在世，扁鹊重生也救不得了。若是那真能妙手怀春，老夫情愿磕头敬茶，拜他为师。我儿的病情，人命关天啊，片刻也耽搁不得。敢问那位陆公子现在何处？哼，呸！若不是看着孩子实在可怜，老子就要堵着这安明堂的门口骂他3天3夜。陆公子就住在我家隔壁，我带过去，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医。这位兄弟，我看这神医好像也很一般，他真能治好我儿吗？陆公子连我的脚长席都能治得好，你儿子不过是闹肚子罢了，肯定不在话下。神医，我儿害了急诊，您千万要救一救。这孩子的病情相当严重。孩子多大了？5岁。孩子发病多久了？前日辰时。既然前天就已经发病了，就应该尽早医治，为何耽误了2天才找人医治？当时只是说闹肚子，就用了些当归白芷丸，唉，又服了人参护圣汤。孩子闹痢疾，服用白芷、当归之类的收敛药剂当然没错，但人参、何首乌这样的补药就大错特错了。我家孩儿还有的救吗？还有救吗？令郎这病我也说不好，若是早些来诊就好了。我陈氏一门只有这一棵独苗，若是救不得，陈家就要绝嗣了呀！只要能全我儿性命，诊金药费尽管开口，即便是倾家荡产亦无所谓。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令郎的病情已经延误太久，怕是有些急口。我不是神仙，不敢保证一定能治令郎的病，最多只有5成把握。治还是不治，你自己决定。治，一定要治！你们这些人得听我指挥，要你们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但有所令，无不遵从。病房里有点冷，需要多燃几个炭炉，再烧些飞水。必须保证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炭火不断，热水不断。还要几斤上好的绍酒，越是烈酒越好。速取几个暖手炉来起火烧水，速去买最烈的烈酒，切不可耽搁。好了，我要用祖传秘方给令郎治病了，没有我的呼唤，谁也不许进来。若是贸然闯入，需后果自负。犬子的生死，陈家的香烟血脉就拜托给您了，拜托了。救死扶伤，医者本分，生死所系，性命相托，我定会竭尽全力救治病患。
39.5，通常情况下，这么高的体温都是很危险的征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烧其实件好事，足以说明孩子自身的免疫系统还在正常发挥作用，这就好办多了。老爷，这都已经过去几个时辰，怎么连一点动静都没有？孩儿的病到底有没有好转？人都已经过了半个夜晚，总该有点消息吧？哼，妇道人家懂个甚！此时此刻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无论是哪路神佛，求您保佑我儿平安无事。列祖保佑！陈家的香火总算是续上了。陈掌柜，令郎已经醒了。多谢神医，多谢神医。你先别忙着谢，我还没有正式开始用药呢。烦请神医尽快给我儿用药。我这里的药物颇有些珍稀贵重，所以这药费嘛，可能会有点贵。陈某虽然不才，也知道黄金有价药无价的道理。需要多少药费，神医尽管开口就是。这药费嘛，少说也得500两。若是陈掌柜觉得我的药费太过于高杠，可以去找别的郎医医治。以令郎现在的状况，其他郎中也能治得了。原以为会狮子大开口，都已经做好了倾家荡产的打算，想不到仅仅只是500两，区500两银子，不过是几顿花酒钱而已。神医只可用最好的药，花多少银子我都不在乎。那好，我这就给令郎用最好的药物。一剂广坊抗冻毒的药剂，就要人家500两银子。咱绝对不是趁人之危的敲竹杠，而是物有所值。在这个闹肚子都有可能丢掉性命的时代，这一针就是生与死的距离。37度2，已经没事了，烧退了，病症也被压制住了。接下来只要好好休养，很快就能恢复。神医大恩，陈家没齿难忘。陈掌柜客气了，钱货两极的交易而已。起来吧。神医说笑了，500两银子怎及我儿性命万一？今后神医但有任何差遣，陈某万死不辞。在这人命如草芥的时代，有个负伤的人情，也算是一道护身粉。老爷，不好了，出大事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老爷，是下河村出天花了。什么？是真的，我表兄刚从村里逃出来，说村子已经封了，里头的人浑身发烫，身上长满了红疹子，然后就变成水泡，没几天人就没了。村里的郎中根本束手无策，全都吓跑了。下河村离这里不过10几里路，一条河的上下游而已。这要是顺流而下，天花，这可是烈性传染病，通过空气就能传播，在古代死亡率极高，麻烦大了。听说了吗？下蛇村出天花了！赶紧走吧，晚了就来不及了。这天花可是要命的瘟疫，草药全都没了，关门！掌柜的，求求你再快点吧，不要抢我的主！都不许急，一个个查，有发热的立刻拿下。恐慌比瘟疫蔓延的还快，这样乱跑，只会把病毒带到更多地方。这简直是病毒传播最好的温床。医药箱里有天花疫苗吗？就算有，我怎么拿出来？怎么跟这帮古人解释？把带毒的豆个豆苗种到健康人身上，他们非把我当成施展巫蛊邪术的妖魔，活活烧死不可。神医可在？神医，城西已经发现有发热出诊的病人了，是从下河村过来的亲戚。神医，这天花，您能治吗？神医，这天花，您能治吗？天花是绝症，无药可治，但是我能让他再也杀不了人。此话当真？君子一言。陈掌柜，我需要你帮我办几件事。神医请讲，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第一，立刻派人去见我那位大彪哥，就说我有10万火急之事，必须立刻见他。把这个交给他，他自会明白。
第二，动用你所有的财力，全城收购烈酒、棉布、石灰，越多越好。第三，召集你手下所有信得过的人手，听我号令。从现在起，这座城需要新的规矩。我这就去办。陛下，城南陈家紧急传信，说是那位陆公子的信物。传他进宫。贤弟，究竟出了何事？大哥，天花来了。什么？你方才说你能让他再也杀不了人？是。如何做？种豆。种豆？此法或可称之为以毒攻毒。天花之毒凶猛无比，一旦侵入人体，便如千军万马，势不可挡。寻常人的身体根本无力抵抗。但若是我们提前将一种被驯服过的极其微弱的天花之毒种入健康人的体内呢？什么？贤弟，你莫不是疯了？将毒种入人体，这岂不是自寻死路？不，这微弱的毒就像一支探路的噬髓小队，它进入人体后，我们身体里的兵将便会发现它，与它交战，并将它剿灭。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兵将会记住这支赤斗小队的模样。如此一来，待到将来那天花真正的千军万马杀来之时，我们身体里的兵将早已严阵以待，熟悉敌人的战法，能够一举将其歼灭。这便是种豆。医者，兵法也。以小患遇大吉，以之防未之。此法简直是夺天地之造化。此法有几成把握？若施之得法，10成。好，朕信你。传朕旨意，命徐达即刻统领精营5万兵马，封锁全城，许进不许出。所有出现发热、出疹症状者，无论身份，一律强制隔离。命刘伯温即刻组建防疫司政，由陆凡任负责种豆防疫之事。所需人手物资，户部、兵部、工棚全力配合。若有违令或怠慢者，斩！朕要这天花在我大明就此绝迹。贤弟，大哥，你看这盆水，天花之毒就像是一把看不见的沙子，被撒进了这盆水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一盆水，毒进来了，水就坏了，人就没了。听说了吗？那个防疫司的陆公子，用牛身上的相关物质给人调理身体。那哪是调理呀？那是不靠谱的法子。把动物身上的东西用到人身上，这能行吗？妖道！这人绝对是个妖道！这太吓人了，可千万不能去种那个什么豆。荒唐至极，简直是视人命为草芥，视我等杏林同道为无物。牛斗之说闻所未闻，此举与巫蛊邪术合意。若真让那妖道得逞，京城必将沦为人间炼狱。李渊判，陛下那边对此事深信不疑。我等若是强欠，恐怕会惹怒圣颜啊！陛下也是人，也会被奸佞蒙蔽。我等识君之路，自当为君分忧，为天下苍生请命。此事，我等必须联名上奏，弹劾那妖道，拨乱反正。陛下，他发热了。贤弟，这就是你说的弱毒？没错，这是身体里的兵将正在和太后交战的迹象。发热、出脓，都是胜利的前兆。一派胡言！此人高热不退，脓疮已现，祸国殃民的妖道还不跪下！大哥，我需要见另一个天花病人。各位请看，这才是真正的天花。而这位，他手臂上的脓疱3天之内就会结痂，10日之内痂皮脱落，不留任何痕迹，他会活下来。而他3天之内全身水泡将会化脓，性臭难闻，神仙难救。我敢断言，城中所有未曾中破之人，一旦染病，
皆是此等下场。事实会证明，谁是妖道，谁在救人。陛下您看，这都第4天了，这囚犯面如金纸，连声都不吭了，定是那牛身上的邪毒攻心，马上就要断气了。就是妖道害人。陆兄弟，他咋一动不动了？不会真让这老痞方说中了吧？他的高烧退了。当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等虎狼之毒入体，怎会无药自退？定是你这妖道用了什么障眼法！吵什么吵？老子正睡得香呢，渴死了，给口水喝。哈哈哈哈！他娘的，真活过来了！舒坦，痛快！叉大哥，能不能再给添一碗？陛下，您快来看，这小子胳膊上的脓包全瘪了，都结成硬壳了。好，好，好！天佑大明，天佑咱大明啊！这违背医理，这不可能！牛的病怎么能防天花？老朽行医40年，从未见过这等荒诞之事。李元盘，事实胜于雄辩，他体内的兵将已经打赢了这场仗。现在，就算你把他扔进天花病人的死人堆里，他也绝不会再染病分毫。妖术，这是妖术！闭上你的鸟嘴！陆兄弟，这是神仙手段，救命的活菩萨！你个庸医，再敢放半个屁，老子现在就活劈了你！禀陛下，国公爷，那个抬来做对比的天花病人断气了。什么时候的事？就刚刚，浑身水泡都破了，流着黑水，人已经僵了。不仅如此，城西隔离区那边也来报，说10几个没种药的轻症病人，今早突然高热不退，出的疹子跟那天花病人一模一样，眼看是不行了。他娘的！贤弟，看来真让你说中了。天花之毒猛如虎，没中套的人根本扛不住。外面怎么回事？这帮刁民莫不是要造反？退后，都退后！再往前进，格杀勿论！军爷，求求你开开门吧，我要中道，给我家留条活路吧！我出10两银子，不，50两，让我先进去种那牛包，我不想死啊！前2天这帮人不是还骂咱们是妖道，说咱们下蛊吗？跑得比兔子还快，今天怎么疯了一样往前挤？陆神医，活菩萨，救命啊！我该死，我瞎了狗眼，我之前不该骂您是妖道。陆神医，你把那牛毒种我身上吧，种10个我也愿意。城西死人了，没种到的全要死，求神医大发慈悲，给我们种道吧！都安静。种豆的药管够，但必须排队，谁敢插队生事，立刻赶走！多谢活菩萨，多谢活菩萨！多谢活神仙救命之恩！贤弟，你此番功劳堪称再造社稷。咱打了一辈子仗，杀过的人比这城里的人都多，却从未想过，原来救人比杀人更需要雷霆手段。封侯、拜相，那些俗物配不上你的功劳。咱要让你成为我大明朝的护国真人。咱要让这牛斗之法传遍我大明13部正史司，让我大明江山千秋万代，再无天花之忧。大哥言重了，此乃医者本分。陆兄弟就是谦虚，这可是天大的功劳。陆公子高风亮节，老朽佩服。陛下，不好了，不好了！娘娘她突然就病倒了，高烧不退，已经昏过去了。你说什么？太医呢？太医院那帮废物呢？都在呢，可是用尽了法子，娘娘她一点反应都没有。备驾，去坤宁宫。
妹子，咱的妹子。陛下恕罪，娘娘这病来的凶险，臣等无能为力呀！废物，全都是废物，治不好咱妹子，诛你们9族！贤弟，救他，求你救救他！几文琪，这算什么阵法？简直胡闹！41度2，高烧很严重。我需要先给他降温，准备冰块，没有冰块就用冷水，越多越好。再拿几条干净的毛巾来。娘娘之前有什么症状？什么时候开始发病的？娘娘昨日晚膳后就说身子不适，夜里开始发热，原本以为是风寒，谁知今日午时热势愈发猛烈，人也昏了过去。有没有咳嗽？有，干咳无痰。呼吸急促吗？是，气息很急。给我听诊器。如何？是肺炎，左肺感染，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危及生命。那还有救吗？有，但需要用我的独门秘药。用，什么药都用，只要能救我妹子，倾尽国库也在所不惜。这是什么？青霉素，专门治疗肺炎的仙药。我要给娘娘打一针，需要在她的臀部注射。臀部，这可是凤体，万万不可！都出去，除了神医，任何人不许进来。灵儿，你来。好了。什么时候能见效？快的话，2个时辰内就会退烧。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给娘娘降温。公子，好了。灵儿，你去熬一些白粥，放点盐。娘娘醒了以后要补充水分。妹子，你一定要好起来，咱还等着你给咱做那个蛋花汤呢。退烧了，太好了，太好了！冲巴，妹子，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又是你救了我，看来咱们还真是有缘。娘娘客气了，医者本分。贤弟，你这份恩情，咱朱重八记一辈子。大哥严重了，娘娘虽然退烧了，但还需要继续用药。我建议每天注射1次青霉素，连续3天，确保肺部感染彻底清除。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陛下，大事不好！什么事？这是什么？治病的家伙。陆凡，你又要开膛破肚？不开膛破肚怎么治病？这位老伯的病在肚子里头，不进去怎么治？这哪里是治病，这是要人命啊！就是把肚子剖开，人还能活吗？妖术，这绝对是妖术！诸位乡亲，医者父母心，岂能对病人用刀？陆凡这般做法，实在是草菅人命！救命啊！疼死我了！神医，求求你救救我！我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老伯，你再忍一忍，我这就给你治。陛下，臣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你们都退后，给神医让出地方。灵儿，给我酒精。公子，在这里。炭火升起来，水要一直烧着。是。老伯，咬住这个。住手！你这是要杀人！李院判，你的病人治得怎么样了？我的药还在熬制中。那就请你闭嘴，你治你的，我治我的，互不干扰。可是你这样做，我怎么做不用你管。你要是觉得我这是谋害，那就报官。不过
如果我治好了这个病人，你们又该如何说？李元盼，你专心治你的病人就是，别的事不用你操心。老伯，马上就好了。灵儿，夹子。公子，给。找到了。这是什么？阑尾，已经坏死了，不取出来必死无疑。天哪，肚子里竟然有这种东西！怪不得疼成那样，原来是烂了。神医真是神了，竟然知道病根在哪里。好了，这就算完成了。老伯，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神医，不疼了，真的不疼了！您真是神仙下凡啊！神医，陆神医万岁！老伯，你现在虽然不疼了，但还需要静养几天。记住，这几天不能吃东西，只能喝水。是，神医说什么就是什么。哈哈哈，好，神医果然名不虚传。李大人，病人的情况好像更严重了。怎么会这样？李大人，您用的人参剂量是不是太大了？不可能，我用了几十年的方子，不会有问题的。李元盼，你的病人过敏了。什么？人参过敏很常见，不过还好，问题不大。你又要用那些古怪的东西？不用的话，你的病人就要死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用你的方法来救。救他，我认输了。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李元盼，你还有什么话说？臣有罪，请陛下降罪。起来吧，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以后跟着神医好好学习。是，臣遵旨。李元盼，你既然认输了，那以后太医院的事务，是不是该重新安排一下？神医说的对，臣愿意让贤，由神医来主持太医院。我不要主持太医院，我只是希望以后太医院能够接受新的治疗方法。这个太医院确实该改了，从今往后，陆神医就是太医院的总顾问，所有重要医疗决策都要听他的意见。臣遵旨。对了，李元盼，我有个建议，不如你们派几个人到我这里来学习新的医术。这神医的医术博大精深，犹如天书。我们这些人愚笨，恐怕没关系，我会从最基础的开始教，比如说怎么正确的给病人量体温。就是刚才那个琉璃管子？对，体温器。那就多谢神医了，太医院上下定当虚心求教。好，好一个医者仁心！咱大明有陆神医，是天下苍生之福。好了，今日的比试就到这里，诸位都散了吧。你看见没？肠子都掏出来了，人还能活蹦乱跳，可不是嘛？之前谁说是妖术来着？这分明是活神仙下凡。回头我得给陆神医立个长生牌位，天天供着。公子，您真厉害，连太医院的院判都给您低头认错了。这算什么？真正的挑战还在后面呢。什么挑战？改变一个时代的医学观念，可不是靠1-2次手术就能做到的。他们现在只当我是神仙，我得让他们知道，这是科学。神医来了！诸位不必多礼，继续忙你们的。李院判，研究的怎么样了？神医，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神奇了，只要含在嘴里片刻，就能知道人体的准确温度，比我们传统的摸额头、看气色准确太多了。那是自然，不过这只是最基础的。我今天要教你们的是更重要的东西。什么？听诊器。
这个能听到人体内部的声音。内部的声音？人体内部能有什么声音？心跳、呼吸、肝蒙都能听到。你试试。天大，真的能听到心跳，咚咚咚咚的，像打鼓一样清楚。院指大人，让下官也听听，我也要听。人体里头竟然能传出这种声音，真是闻所未闻，太神奇了！活神仙的法器啊！这等神物，我等竟然也能摸上一摸。排队，一个一个来，每个人都要学会使用这些器械，这是基本功。神医，不好了，皇后娘娘又发烧了。什么时候开始的？回神医，刚才午膳后不久，娘娘就说头晕，现在已经躺下了。李元盼，你们继续学习器械，我去看看娘娘。是。恭送神医。娘娘，感觉如何？头有点晕，身子发热，不过比上次好多了，不那么难受。38度2，不算太高，肺炎还没有完全好，有些反复。我再给您注射一针青霉素。又要打那个针，上次打完我这屁股疼了好几天。忍一忍，为了妮妮的身体，这药必得用。妹子，没事，就是有点不舒服。神医说了会好的。贤弟，没有大碍吧？没有，只是肺炎的正常反复，多休息几天就好了。那就好，那就好。贤弟，有个事情要和你商量。什么事？南京那边传来800里加急，说是江南一带又闹瘟疫了。天花蔓延过去了。这次不是天花，是霍乱。霍乱，这可是个大麻烦，传播速度极快，致死率极高，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你有什么好办法？首先，立刻隔离所有病人；其次，必须保证当地饮用水的绝对清洁。最重要的一点，要让当地的郎中学会正确的治疗方法。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想派几个人去南京，把治疗霍乱的方法传授给当地的大夫。李元盼他们刚学了一些基本技术，正好可以派上用场。行，你看着办，全交给你。另外，我需要一些特殊的药品。口服补液盐，这个对治疗霍乱至关重要。什么是口服补液盐？就是一种能够快速补充人体水分和电解质的药物。霍乱病人最大的死因就是脱水，只要能及时补充水分，死亡率就会大大降低。好，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这种药的配方并不复杂，就是糖、盐和一些矿物质的混合物，可以让工部的人大量生产。就这么简单？越简单越好。复杂的药物，普通百姓根本用不起。说得对，咱这就让工部的人去办。陛下，李院办求见。让他进来。陛下，神医，臣有个大发现。什么发现？臣刚才用听诊器检查了几个病人，发现了一个极其奇怪的现象。有个病人表面上看起来红光满面，没什么问题，但臣用听诊器一听，他的心跳竟然很不规律，时快时慢，心律不齐。对，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用神医给的这个器械，我们光靠把脉看气色，根本发现不了这个问题。那你是怎么处理的？臣想起神医之前教导过的话，就让那个病人卧床多休息，切忌劳累。果然，过了1天，他的心跳就恢复正常了。很好，你已经学会了最重要的东西。什么？仔细观察，准确判断，这比任何灵丹妙药都重要。神医教诲，臣铭记在心。对了，神医，臣还有个问题。说，刚才听闻江南闹霍乱，那霍乱臣早年间也遇到过，
病人上吐下泻，很快就脱水而死。按照传统的治疗方法，基本上是十死无生啊。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治疗方法。你愿意去南京吗？愿意，臣10000个愿意，臣一定要学会这治霍乱的神技。好，那你现在就开始准备，我会给你一批新的药品和器械，你要彻底学会怎么用。是。哈哈哈哈哈！贤弟，你在太医院的手段，咱是彻底服了。朕看得出来，这帮老顽固现在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可不是嘛，李大人以前多傲气，现在简直把陆神医当祖师爷供着。主要是他们看到了效果，事实胜于寻博。不过，朕心里还有个更大的打算，朕要在全国推广你这套医术。全国？对，全国！朕要让大明朝的每一个府、每一个县都有懂你这套新医术的郎中。大哥，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还要砸进去海量的银子和资源。朕有的是时间，大明国库有的是银子，只要能让天底下的老百姓不再受那瘟疫病痛的折挠。既然大哥有这等气魄，那我就舍命陪君子。不过，咱们得有个详细的章程。你快说！首先，必须在京城建一座医学院，专门用来培养新式郎中。等他们学成之后，再派到各地去开医馆，传授医术。医学院就是专门教人学医的学堂，学生在里面苦读3年，毕业了就能独当一面治病救人。好主意，就这么办。可是大哥，这需要大量的师资，也就是教书先生。我一个人就算是生出3头6臂，也教不过来啊。那就多找几个像你这样的人。像我这样的人，全天下恐怕也找不出第2个了。那就自己教。你不是要培养新郎中吗？从里头挑最聪明的、拔尖的，让他们留下来当先生。这倒是个好法子。陛下，陛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他突然昏倒了。太子殿下，这是怎么了？回陛下，太子殿下刚才在批阅奏折时，突然就昏倒了。好好的人怎么会突然昏倒？你们这群废物是干什么吃的？让开，让我看看。不好，怎么了，贤弟？彪儿到底得了什么病？左右瞳孔大小不一，伴随轻微抽搐，可能是颅内出血，需要立即处理。颅内出血？这是什么病？就是脑子里出血了。如果不及时处理，后果很严重。荒谬！脑子里出血？这人的脑袋好端端的，怎么会出血？这简直是闭嘴！这个病需要开颅手术。什么？开颅？开颅？你要在太子殿下的脑袋上开个洞？这是要杀人啊！万万不可啊，陛下！脑袋被破开，人哪里还能活命？贤弟，你要在彪儿脑袋上开洞？不开的话，太子殿下可能连今晚都撑不过去。贤弟，你跟咱说实话，你有几成把握？3成。只有3成？陛下，3成把握，这和直接害死太子殿下有什么区别？这妖术绝对使不得呀！但不做手术的话，1成都没有。父皇，彪儿，你醒了。父皇，我的头好疼。别怕，神医会治好你的，你要坚持住。神医，我信你。太子殿下，您先休息，
我马上就开始治疗。陛下，太子殿下又昏迷了，这开颅之术闻所未闻啊！陛下三思啊！都给他闭嘴！谁再多嘴，咱现在就砍了他的脑袋！贤弟，开始吧，咱信你。好，我需要准备手术器械。需要什么？尽管说。首先，清除一个绝对干净的房间，然后升起足够的炭火，烧开大量的水。来人，立刻去办。灵儿，把所有的手术器械都拿出来。是，公子。小蜜蜂，给我兑换一套开颅手术器械。丁，开颅手术器械需要500积分，是否兑换？兑换。还有，给我兑换一些止血药和麻醉剂。丁，止血药50积分，麻醉药100积分，是否兑换？这些明晃晃的铁器是什么？这分明是刑部大牢里的刑具！天哪！用这等凶器在殿下头上凿洞，这哪里是救人，这是造孽呀！陛下，手术期间任何人都不许进来，包括您。为什么？咱是彪儿的亲爹，咱要在旁边看着。手术需要绝对的安静和清洁，任何干扰都可能导致太子殿下丧命。陛下，不能让他单独和太子待在一起啊！这等于是把太子的命交到妖人手里。闭嘴！贤弟，彪儿就拜托你了。我会尽力。灵儿，给太子殿下注射麻醉药。是，公子。公子，太子殿下的病真的很严重吗？很严重，颅内出血如果不及时处理，会压迫脑组织，导致脑死亡。到时候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那你有把握吗？只能尽力而为。开始了。夹子，给您。现在要开颅了，灵儿，帮我固定住太子殿下的头。是。这是在锯木头吗？这是在锯殿下的脑袋呀！殿下呀，死无全尸啊！都给咱闭嘴！谁再好丧，咱活劈了他！贤弟，你可千万别让咱失望。找到了，就是这个压迫了脑组织。运气错，血管损伤不大，应该能修复。灵儿，帮我擦擦汗。是，公子。好了，手术完成了。太子殿下怎么样了？现在要看他能不能醒过来。如果12个时辰内能醒，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公子有反应了。太子殿下，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在哪里？您在东宫，刚刚做完手术，现在感觉怎么样？头还有点疼，但比之前好多了。手脚都能动。太好了！太子殿下，您现在需要绝对的休息，至少1个月内不能有任何剧烈活动。好，我听先生的。完了，陆凡出来了，殿下肯定归天了！殿下，彪儿，你还活着，你真的还活着！父皇，我没事了。太好了，太好了！贤弟，你又救了咱的命凳子。大哥客气了。不过太子殿下在今后可不能再像之前一样劳累了。怎么说？过度劳累会导致血压升高，进而引起脑血管破裂。
以后一定要注意牢记结合。是，贤弟说的对，以后咱不让彪儿这么辛苦了。还有，太子殿下的饮食也要注意，少吃油腻的食物，多吃水果蔬菜。一切都听贤弟的，你们这些庸医听见没有？以后太子的饮食起居全按神医的规矩办。臣等遵旨。神医真乃神人也。先生，父皇今日又在乾清宫等您了。这段时间，他天天念叨着什么农具的事情，连奏折都看不下去了。太子殿下恢复得很好，脑部的伤需要静养，切记不可劳神。多谢先生救命之恩。先生快去吧，别让父皇等急了。太子殿下，你在这里好好休息，我去见你父皇。先生慢走。快跪下！这就是那位把太子殿下脑袋劈开又缝上的活神仙。我的老天爷，连阎王爷都不敢收他治的人，咱们可得伺候仔细了。参见陛下。贤弟来了，快坐。是。你看看这户部送来的奏折，今年江南水患，粮食直接减产30%。北方虽然风调雨顺，但那产量也是没眼看。咱这大明江山，要是老百姓吃不饱肚子，那可是要出大乱子的。陛下，臣有个想法，与其天天担心老天爷赏不赏饭吃，不如咱们自己想办法，把这粮食产量提上去。提高产量？怎么提高？难道你连种地都有什么新的法子不成？不是仙家法术，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陛下，您看这个。这是个什么物件？有轮子，还有这铁疙瘩一样的离器。这跟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礼仪怎么完全不一样啊？这是屈原犁的改良版。传统的犁地少说也得2头牛才能拉得动，但我画的这种犁只需要1头牛，而且耕地的效率还能再翻1倍。1头牛顶2头用，还翻1倍！贤弟，你没拿咱寻开心吧？大哥看这里，关键就在于这个轮子和犁换的角度，加了轮子，摩擦力就小了，牛拉着省力。犁拨的角度我是算过的，翻土更深更准。虽然咱听不懂什么摩擦力，但这玩意儿看着就透着股机灵劲儿。还有这个播种机。播种机，这是个什么物件？以往老百姓种地，得一个人前边撒种，后头还得跟着人盖土，慢得很。有了这个播种机，它能一边走一边撒种盖土，最后还能顺道把土压实了，一个人推着全干了。你的意思是，原来得3个人撅着屁股干1天的活，现在1个人推着它就能干完？对，而且机器撒种比人手撒的匀称，将来发芽率更高，粮食长得更密实。好，好啊！要是全天下的百姓都用上这等神器，咱大明的粮仓还不得撑破了？我的乖乖，陛下多久没这么高兴过了？这陆神医不仅能治病，连种地的法术都会，真是神仙下凡啊！贤弟，你脑子里还有什么奇思妙想？快，全给咱画出来！这是改良型水车，原来的水车只能打水浇地，我给它加了一套齿轮。
这带齿的轮子有啥用？它能把水流的力气传过去，带动磨坊里的石磨。以后磨面粉再也不用人推牛拉了，只要河里有水，这磨盘就能自己转个不停。神了，真是神了！贤弟，你说的这些铁罐子、木头架子，咱们大明的工匠真能造出来？能，图纸我都画得清清楚楚，只要有懂行的木匠、铁匠，花点时间和料子，绝对没问题。时间有的是，料子国库里多的是，你要什么，咱就给你什么。大哥，贪多嚼不端，我建议咱们先从最简单的改良梨开始做。这东西废料少，做起来快，马上就能下地试用。哦，听你的，就先造这改良梨，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传工部尚书，让他长着翅膀给咱飞过来！奴婢遵旨，奴婢这就去。参见陛下。免了，免了。子琛，快过来看看这个。陛下，这梨的设计当真巧妙，只是这轮子的制作恐怕有些难处。什么难处？大明工部养了那么多能工妙匠，连个轮子都造不出来。陛下息怒，传统的车轮都是木质的，在田地里拖拽极易磨损。这梨加上轮子沉重极大，寻常木料根本撑不住几天。在木轮子外面包上一层铁皮不就行了？既结实又耐磨。妙啊！包上铁皮，这受力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不过这梨帮也有问题，咱们祖祖辈辈用的梨帮都是直的，这图上画的却是弯的，这弯度极其讲究，铁匠铺里的师傅们怕是很难锻造出来。这个不用担心，我会亲自去工部指导工匠，只要他们弄懂这弯度是为了翻土更省力，自然就能打出来。这陆神医到底是什么来头？连工部尚书大人的差事他都懂，不仅懂，还把黄大人给教训得服服帖帖的。好，梨的事儿定下了。贤弟，你方才说的那个播种机，工部也能造吧？能造，就是稍微繁琐点儿。不过我现在更想给大哥看这个。大哥，这是水车磨坊，这不就是个大水车吗？里头这些密密麻带齿的轮子是干什么用的？这叫齿轮，水流冲动外面的水车，水车转起来，通过这些齿轮就能带动里面的大石磨，谷子从上面倒进去，面粉直接从下面漏出来。全凭水力，不用人推牛拉？不需要，只要河里有水，它就能日夜不停地转。而且只要工匠手艺够精细，把这套齿轮造出来，这一个磨坊的产量能顶10个靠人力推的磨坊。10个？你没骗咱？绝无虚言。大哥想想，若是大明每一个有河流的县都建上这么一座水车磨坊，全国至少能建上千个。上千个？那大明磨面的速度岂不是直接翻了10倍不止？老百姓省下推磨的力气，全都能下地干活去了。大哥别急，还有，这是改良型风车。风车咱们也有，只能用来磨面，风停了就歇菜。我这个风车，叶片的角度和形状全改了，它不仅能磨面，还能抽水。抽水？对，把低处河沟里的水硬生生抽到高处的旱地里去。这样一来，那些原本因为缺水种不了庄稼的高坡地，全都能变成水浇地。而且，风力是老天爷白给的，1文钱都不用花。贤弟，你的意思是，咱大明的荒地全都能长出粮食来？只要风车转，水就能上去。天助大明，真是天助大明啊！贤弟，这些神器多久能造出来？改良梨最快1个月，播种机2个月。水车磨坊和风车最复杂，工部全力以赴的话，少说也得3到6个月。好，6个月咱等得起。子清，微臣在。传朕旨意，
工部上下从今日起全听陆神医调遣，要人给人，要铁给铁，耽误了神器出世，朕扒了你们的皮！微臣遵旨，万死不辞。大哥，我有个建议，这东西刚造出来，全天下铺开不现实，不如先挑一个县做个实验。有理，你相中哪里了？要找个地利中等的地方，太肥太瘦都看不出真本事。那就应天使的聚云县，离京城近，咱随时能派人去盯着。大哥，还有个麻烦，这些新农具推下去，老百姓未必肯用，甚至会抵制。抵制？咱白给他们省力气的好东西，他们还敢抵制？是不是活腻了？老百姓种了一辈子地，只相信祖宗传下来的老规矩，你突然塞给他们一个带轮子的铁霸胆，他们怕用坏了，更怕耽误了农时饿肚子。那你说咋办？总不能拿刀逼着他们种地吧？不用拿刀逼，咱们在军营县挑几户胆子大的当示范户，农具免费给他们用，坏了算朝廷的。等秋收的时候，其他人一看他们家打的粮食多，干活还轻巧，不用咱们劝，他们自己就会抢着来学。示范户，好算计！贤弟啊，贤弟，你不仅懂医术，懂天工，你还懂人心呐！你今日献上的这些图纸，哪里是几把农具？你这是在为咱大明立万世之功啊！大哥言重了，臣只是尽了微薄之力。微薄之力？你这微薄之力，能让大明千秋万代的百姓都能吃上一口饱饭。陛下让咱们县试验新农具，这可真是天大的事儿啊！大人，这件事非同小可。陛下既然选了咱们居云县，那是对咱们的信任，但也是巨大的压力。压力？您想想，如果试验失败了，咱们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但如果成功了，咱们就是大功一件。大人，旨意已经下了，咱们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关键是要做好准备工作。你说的对，师爷，你立即去通知各乡的里长，让他们选出一些头脑灵活的农户，准备配合试验。是，大人。下官聚云县令王德德参见上官。王县令不必多礼，我是奉旨前来指导农具制作的。陆神医，您的大名如雷贯耳。下官已准备好了住处，请您移步。住处的事不急，我先看看这里情况。这边请。陆神医，您看这片田地，这里是我县最肥沃的土地，亩产能达到30。那边是水田，这边是旱田。您看需要什么样的农田？水田和旱田都需要，不同的农具适用于不同的田地。下官明白了。怎么回事？大人，是工部的人在征收铁料，农民们不太愿意。这位大人，不是我们不配合朝廷，可是家里的铁器，我们怎么干活啊？这是陛下的旨意，你们敢违抗吗？这位大人，请稍等。参见陆大人。诸位乡亲，朝廷征收铁料是为了制作新的农具，这些农具能让你们的农活更轻松，产量更高。神医，我们现在的农具还能用啊，为什么要换新的？大家看，这是新式犁，用这个犁耕地，1头牛就能顶2头牛的活。啊，神医，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不仅如此，还有播种机，1个人就能干3个人的活。神医，那我们现在交出铁器，什么时候能拿到新农具？大概1个月后。1个月？那这1个月我们怎么干活？
现在正值冬季，农活本来就不多，而且我们会优先制作最急需的农具。师傅，您叫什么名字？小人姓张，叫张铁牛，做了一辈子铁活。张师傅，我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工具，比如这个叫齿轮，需要非常精确的尺寸。神医，这个怎么做？我来教你。首先需要制作一个模具。原来是这样，神医，您真是巧夺天工。这些都是基础工艺，张师傅学会了就能做。张师傅，这个厘清的弯度非常重要，太直了翻土效果不好，太弯了又容易卡住。神医，这个角度怎么控制？可以做一个标准模具，以后所有的离锨都按这个模具制作。张师傅，辛苦了。大家看好了，开始！天哪，这梨这么轻松！是啊，牛都不怎么费劲。神医，这真的是好东西，这样的梨确实能提高效率。神医，让我试试。真轻快，一点都不费膀子力气。神医，这个铃能大量制作吗？当然能，只要有足够的铁料，就能大量制作。神医，您说的那个播种机什么时候能做出来？陆神医，这播种机真做好了？就是那个。这木头架子加上几个漏斗，看起来挺复杂的，能好使吗？复杂才有用，简单的东西往往效果有限。神医，都调试好了，可以试了。大家看好了，开始播种！我的老天爷，真的一次就把撒种和盖土全干完了！你们看那种子撒的，比咱们村最老验的把式撒的还匀称。公子，这玩意儿好像真有点神啊！哼，有用又怎样？干得快不代表长得好，关键是能不能真正提高产量。神医，这播种机太神奇了，一个人就能顶3个人的活，这得给咱们句容县省下多少人力啊！神医，让我摸摸，让我试试成不？好东西啊，真轻快！神医，这宝贝能做多少个？我们村每家都想要一个，砸锅卖铁也得要。只要有足够的材料，想做多少就能做多少。李公子，这就是水车磨坊，水车转动，通过齿轮带动磨坊里的石焖。不用牛马拉？进去看看便知。这些石磨真的是自己转的？完全靠水力推动，不需要任何人力或处理。神医，这磨坊一天能磨多少粮食？如果满负荷运转，一天能磨1万斤。1万斤？1万斤？这可是10个普通磨坊累死累活才能干出来的活啊！这个风车不仅能磨面，还能把低处的水抽到高处，这样就能灌溉高处的旱田了。神医，这些农具的成本如何？改良梨是传统梨的2倍，但效率翻倍。播种机成本稍高，但一台顶3个人。至于水车和风车，初期投入大，但建成后能长期使用，维护成本极低。李公子觉得如何？我承认这些农具确实有用，但我还有一个疑问：这些东西如此精密，普通的工匠能做得出来吗？要是全天下只有你们几个人能做，那也是废铜烂铁。问得好，张师傅，你觉得呢？回公子的话，改良梨和播种机不难，一般铁匠学学就能打。水车和风车确实复杂，但只要有神医给的图纸和指导，经验丰富的老工匠花点时间，绝对能做出来。改良梨和播种机学1个月，水车和风车学3到6个月。还有个问题，这些农具如此消耗铁料和木材，大规模制作岂不是要岔开其他行业？阵痛是暂时的，李公子，你想过没有？农业效率提高，会释放出多少原本被绑在土地上的劳动力？劳动力？对，这些人不用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可以去打铁，去织布，去经商。
农业效率提高，反而会刺激百业兴亡，这就是良性循环。陆神医，我李文昌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您的这些发明真的是造福天下苍生的神器，我服了。李公子过奖，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些农具真的能让亩产提高3成吗？现在播种才刚结束，到底能不能增产3成？咱们秋收的时候，田里见分晓。公子，您看那些农民的眼神。这些破铜烂铁真能种地？我干了一辈子农活，从没见过这样的玩意儿。就是，祖宗传下来的梨多好用，为啥要换这些奇形怪状的东西？听说这些东西是那个神医鼓捣出来的。这神医治病厉害，但种地……各位乡亲，我是陆凡。神医，不是我们不相信您，只是这些农具真的能用吗？张大爷是吧？您种了多少年地了？40多年了。那您见过产量最高的田地，一亩能收多少？好年景的话，上等田能收3担多。如果我告诉您，用这些新农具配上新方法，一亩能收6担，您信吗？60？神医，您别说笑了，从古至今哪有一亩田收60两的？神医啊，治病救人您是好手，但这农活还是让我们来吧。张大爷，不如您先试试这个梨。您看，这个梨和传统梨的差别在哪里？这个铁片怎么是弯的？这个弯度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能让翻土更彻底，而且省力。请。咦，还真是省力，确实翻得比老梨深。牛好像也不怎么费力，哼！但就这样就能多收1倍粮食？我不信。这是播种机，一个人操作就能完成撒种、盖土、压实3道工序。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那另外2个人干什么去？可以去开荒，或者学习其他手艺。人多了，力量大，但如果能让一个人干更多活，那不是更好吗？参见陛下。都起来吧。贤弟，情况如何？启禀陛下，农具试验刚刚开始，农民们对新农具还有一些疑虑。那就让他们看看效果。陛下，臣还有一个想法，光是改良农具还不够，臣想配合一些新的种子。新种子？陛下请看，这是从远方得来的种子，产量比普通作物高出许多。这种子真有那么神奇？臣愿意用性命担保。好，那就试试。各位乡亲，现在我们开始正式试验。我选出3块田，1块用传统方法耕种，1块用新农具配传统种子，第3块用新农具配新种子。到了秋收，大家就能看出差别了。神医，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我们自然服气。但万一没有效果，所有损失我来承担。那我们就看看。公子，您看这个账本，我都记下了。记得很好，这些数据将来都是证据。公子，那些农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不着急，事实会说话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试验田管理好。怪了，那块田的苗怎么长得这么好？是啊，叶子又大又绿，从没见过这样的庄稼。神医，这到底是什么种子？长得也太好了！这叫玉米，是一种高产作物，不仅能当粮食，还能当菜吃。
玉米，等到成熟，张大爷您就知道了。贤弟，这玉米长得确实不错，真能有你说的那么高产吗？陛下请放心，臣绝不敢欺君。您看这茎秆的粗细、叶子的密度，都预示着高产。如果真如你所说，大明的粮食问题就能彻底解决了。陛下，臣还有个想法，除了玉米，臣还有其他高产作物的种子。还有？这个叫土豆，产量比玉米还高，而且适应性强。贤弟，如果这些作物都能推广，大明就真的不愁吃穿了。臣正是这个想法，不过现在还是先把玉米试验做好。公子，您看这个玉米棒子比我胳膊还粗。这还不是最大的，您看那边那株。天哪，这一株上竟然挂着6个玉米棒子，这一株就能顶别人3、4株了。参见陛下。都起来吧，贤弟。今天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陛下，臣有信心。先生，这些玉米真是神奇，长得比人还高。太子殿下，您可以亲自掰一个试试。彪儿，你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呢，让朕来。好重，这一个玉米棒子少说也有1斤多。陛下，臣来算算这一株能产多少。6斤多，整整6斤2两，这一株玉米顶普通庄稼好几株了。神医，这真是仙种啊！还没完呢，我们来算算1亩田能收多少。开始收割。前10株平均每株5斤3两，1亩地至少能收800株，那就是4200多斤，这可是8担多啊！8担，你确定没算错？陛下，臣反复算了3遍，确实是8担多。那传统田块收多少？回陛下，传统耕作的田块1亩收了2吨8担，用新农具配传统种子的田块收了3吨5担，增产了约2成。2成的增产已经很不错了，但和玉米田比起来，贤弟，这玉米还有什么好处？这个可以当粮食，也可以当菜，而且玉米秸秆还能喂牲畜，可以说全身都是宝。味道确实不错，而且很有饱腹感。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能够解决温饱问题。等等，我有话要说。你是何人？草民李富贵是京郊最大的地主。陛下，这玉米虽然产量高，但谁知道对土地有什么害处？哼，什么害处？陛下，农谚有云，地利有限，取之过度必有恶果。这玉米产量如此之高，必定大量消耗地力，明年这块田可能就种不出东西了。而且这种从没见过的作物，谁知道吃了对身体有没有害处？万一有毒呢？李老爷，您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我可以解答您的疑问。哼，首先关于底力问题，大家看，这土还是很肥沃的，而且玉米秸秆腐烂后还能增加土壤肥力。至于是否有毒，我当着大家的面吃，如果有问题，我第一个遭殃。朕也尝了，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贤弟医术高超，他推荐的东西还能有害吗？陛下，草民还有一个担心，如果推广这种高产作物，会不会影响粮价？哼，李老爷，您这话就有问题了。粮食产量高，百姓就能吃饱，这不是好事吗？可是，哼，没有可是。朕要的是天下百姓都能吃饱饭，不是让某些人靠粮食发财。陛下，草民种了一辈子地，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庄稼。神医的恩德，我们都记在心里。就是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福气。我们愿意跟着神医学新法子。各位乡亲，我还有更多的新种子、新方法，但需要大家的配合。神医，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贤弟，朕决定了，在全国推广你的新农法。陛下，臣建议先在几个州府试点，毕竟涉及面太广，需要循序渐进。你说的对，那就先在应台市、苏州府、杭州府试点。臣这就去安排。公子，您看那边还有人在偷偷挖玉米根。什么人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撒野？抓过来！
我就说这东西招灾吧，这帮刁民肯定是想毁了这神物，该杀！皇上饶命，大人饶命啊！草民不是来毁庄稼的。那你们鬼鬼祟祟在田里刨什么？草民看这庄稼长得太好了，想投点种子回去，明年在自家地里种种看。你们想要种子，直接开口问我要不行了，干嘛非得偷？草民不敢啊！这等仙家宝贝，草民以为神医肯定舍不得给我们这些泥腿子。谁说我不给？这东西种出来本来就是要分给大家的。灵儿，把带来的种子包全拿出来，给大家伙分了。是，公子。这些种子够你们每家明年种1亩地的，但是都给我记住了，必须严格按照我教的方法种，不能乱来。真给咱们了，这可是能收8担粮的仙种啊！神医，您不仅教咱们使新农具，还把仙种白白送给咱们，您真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恩人呐！完了，这帮泥腿子要是都能打出8担粮，谁还租我的地？贤弟，你看看这帮百民，你这一把种子撒下去，改变的可是整个大明的命运呢。大哥言重了，臣只是尽了微薄之力，真正辛苦流汗的还是这些农民。不管怎样，你的功劳不可磨灭，朕会记住今天的。陛下，大喜，天大的喜事啊！慌什么说？3个月了，苏州府800里加急奏报，3万亩玉米示众，全部大丰收，平均亩产7吨5担，比咱们当地的水稻高出整整1倍多呀！7吨5吨，这怎么可能？江南上等水田撑死也就3吨。好，杭州府呢？杭州府更吓人，土地肥沃，平均亩产达到了8吨2担。知府李善长在奏折里说，当地老百姓全疯了，天天给这玉米磕头，管这叫神种。8丈2斗，古往今来，哪有地里能长出这么多粮食的？神种这个名字好，咱大明有了这神种，再也不怕饿肚子了。贤弟呢？陆凡在哪儿？回陛下，陆神医正在太医院，说是在指导制作什么新农药。农药？什么是农药？陛下，农药就是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药物。您看，这个是防治蚜虫的，这个是防治病害的。用了这些，庄稼的存活率和产量都能进一步提高。贤弟，就这绿油油的水，真的有用？陛下，臣已经试验过了，用了农药的田块，虫害减少80%，病害减少60%。减少80%虫害，那岂不是连铺天盖地的虫灾都不怕了？神医不仅能治人，连庄稼的病都能治，这真是活神仙啊！贤弟，那就是说产量还能再提高？理论上是这样。老天爷啊！贤弟，如果按你这样搞下去，大明岂不是要成为天下第1富国了？国库里的粮食怕是要堆成山了。陛下过誉了，不过臣确实还有一些想法。什么想法？快说！陛下，这是臣设计的新式灌溉系统，有了它，大明的庄稼就再也不怕老天爷不下雨了。这是什么？这密密麻麻的线条，咱完全看不懂。简单来说，就是修建水渠和水井，让每块农田都能得到充足的灌溉。这样就不用靠天吃饭了。不靠天吃饭？你的意思是，就算天旱，庄稼也能正常生长？对，只要有充足的灌溉，旱灾的影响就能降到最低。好，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大明就再也不用担心自然灾害了。需要多少银子？以应天使为例，大概需要50万两银子。50万两，这可不是小数目啊！50万两就为了挖水沟，这也太劳民伤财了。是啊，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但是，一旦建成，收益是长久的，而且随着农业产量的提高，这些投入很快就能回收。朕批了，不仅应太府要建，苏州、杭州也要建。陛下，不好了，河南那边出事儿了！什么事？河南巡抚来报，说是当地有人造谣，说玉米是妖种，吃了会变成妖怪。现在很多农民都不敢种玉米了。谁在造谣？
听说是一些大地主和粮商，他们担心玉米推广会影响他们的生意。胡说八道！朕天天吃玉米，怎么没变妖怪？陛下，这百姓愚昧，最容易听信这些怪力乱神之说呀。陛下息怒，这种谣言不难破除，关键是要让百姓亲眼看到事实。你有什么办法？臣建议派遣宣传队伍到各地，现场演示玉米的种植和食用，让百姓亲眼看到效果。宣传队伍就是由懂农业的官员和农民组成的小队，到各地去推广新农法。他们可以现场种植、现场收获、现场品尝，用事实击破谣言。那就这么办，你来组织这些宣传队伍。臣遵旨。不过，臣还有个建议。说，可以让太子殿下参与其中。如果皇室成员都支持新农法，效果会更好。彪儿，父皇，儿臣愿意。先生的农法确实是利国为民的好事，儿臣当然要支持。好，那就让彪儿和贤弟一起去河南，亲自辟谣。先生，您说河南的情况会很严重吗？殿下不必担心，谣言终究是谣言，事实面前会不攻自破的。公子，我们要在河南待多久？这要看当地的情况，如果顺利，1个月就够了；如果阻力大，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参见太子殿下。王大人免礼，情况如何？回殿下，情况确实不容客观。那些造谣的人很狡猾，他们说玉米是从番邦传来的妖种，专门用来祸害我大明百姓，荒谬！而且他们还散布说，朝廷推广玉米是想控制粮食，让百姓都成为奴隶。这些人的想象力还真丰富。陆神医，现在怎么办？明天我们就去田间地头，让百姓亲眼看看玉米到底是什么样的。谣言最怕的就是真相。太子殿下，草民听说这玉米是妖种，真的假的？乡亲们，这就是玉米，大家看看，有什么妖气吗？太子殿下，听说吃了这个会变妖怪。大家看，本宫吃了这么久玉米，有变成妖怪吗？太子殿下都吃了，难不成真没毒？乡亲们，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种玉米，从种植到收获，全程让大家监督。现在种能行吗？都快冬天了。我们有特殊的方法。神医，这样种真能活吗？大冬天的，连根草都长不出来。就是啊，这怎么可能长出来啊？3周后您就知道了。这寒冬腊月的，种子要是能活，我把这花盆一口口给啃了。就是，别说3周，把它埋在土里3个月也发不了芽。大家过来看。我的亲娘嘞，这土里头冒白筋儿了，发芽了。啥？真发芽了？不可能，肯定是你们昨天半夜偷偷换了发芽的种子。放肆！本宫亲眼看着种下去的，难道本宫也跟着作假骗你们不成？不用争辩，过几天我们继续看。乡亲们，看看今天有什么变化。出土了，真钻出土了，绿油油的小苗啊！这简直是见鬼了！大冷天的，连个野草都不长，这神种竟然破土了！这怎么可能？才第10天啊，哪有庄稼长这么快的？哼，先生的手段岂是你们能猜透的？第15天了，大家看清楚，这苗有多高了？1根手指头高了，15天就15天长这么高。
神迹，这是神迹啊！我瞎了狗眼了，竟然敢怀疑神医！神医，这真的是仙种啊！冬天都能长得这么壮，要是春天种下去，那还不得长疯了？下官活了半辈子，从未见过如此奇景。陆神医真乃神人也！现在你们还觉得这是妖种吗？还觉得朝廷是要害你们吗？太子殿下，草民知错了，那些造谣的黑心烂肺，差点害咱们错过了这救命的仙种啊！求太子殿下赐种，求神医赐种！天哪，真的长出来了，而且长得这么快，比咱们种的其他庄稼快多了。你们看，这叶子绿油油的，看起来很健康啊，哪里像妖种？乡亲们，光看苗不行，咱们还得尝尝味道。这是用玉米做的煮玉米、烤玉米、烤玉米、玉米糊、玉米饼，大家都来尝尝。这味道真不错，又香又甜，比咱们平时吃的粗粮好吃多了，一点都不拉嗓子，而且很顶饱，吃一个饼能顶一顿饭。哈哈哈哈！乡亲们，这玉米不是妖种，而是神种，能让大家吃饱饭的，就是好种子。太子殿下，如果这玉米真的这么好，我们愿意试种。对，我们相信朝廷，相信太子。慢着，太子殿下，草民有话要说。你是何人？草民是开封府最大的粮商孙大富。殿下，这玉米就算真的能吃，但谁能保证对身体没害处？什么害处？草民听说吃多了这玉米会让人变得愚蠢，万一把我大明的百姓都变成傻子，那可怎么办？孙老爷，您的担心可以理解，不过我有个建议。哼，什么建议？不如我们打个赌，我们找100个人，一半吃玉米，一半吃传统粮食，3个月后，看看谁更聪明。这怎么赌？本宫愿意做这100人中的一个，而且本宫专门吃玉米。太子殿下都敢吃，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太子殿下，我们愿意跟着您学种玉米。我们愿意种玉米。陛下，您快看那些玉米杆，一根根长得比人还要高出一大截啊！好啊！贤弟，咱大明能不能脱胎换骨，今日就要见真章了。陛下放心，臣有绝对的信心。哼，长得高大有什么用？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吃进人肚子里，还两说呢。哼，就是，光长杆子不长粮食的野草多了去了。我看这些棒子里面未必有几粒真粮食。陛下对这个陆凡实在是太过偏心了。农事乃国之根本，岂是儿戏？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不可轻易改变。这要是闹出笑话，看他怎么收场。灵儿，准备好了吗？公子都准备好了。老天爷，你们快看，这一株上面怎么结了这么多个棒子？我种了半辈子的地，祖祖辈辈也没见过这么能长的庄稼呀！陛下，您看这个，好重，这一个棒子少说也有2斤了吧？不止，这个至少2斤2两。真有2斤多！让我看看，这也太神了！灵儿，开始收割。神医，这是什么镰刀？看起来和咱们用的不一样啊！这是改良镰刀，收割效率比传统镰刀高1倍。公子，这镰刀真好用，比以前省力多了。姑娘，让我试试成不？真轻巧，一刀就断了，一点都不费膀子力气。神医，这镰刀哪里能买到？放心，很快就会大量生产。大家看好了，这是脱粒机。
传统脱粒需要用棍子敲打，费时费力。这个工具可以快速分离粮食和秸秆。太快了，这一下子就把粮食弄出来了！老天爷，这比咱们用棍子敲快10倍不止啊！贤弟，这就是你说的高产作物。正是陛下。现在我们来称重量。第一筐120斤，第二筐118斤，第三筐125斤。陛下，这3筐共计363斤。363斤，这才收了多大一块地？回陛下，刚才收的大概是3分地。3分地363斤，那1亩地岂不是要收1200斤？陛下算不错，按照这个产量，1亩地确实能收1200斤左右。1200斤，这是传统作物产量的3倍呀！天哪，真的收了这么多！神医真是神仙下凡啊！这下子咱们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了。这怎么可能？真长出这么多粮食？完了，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当初就不该质疑他。事实摆在眼前，咱们连反驳的话都找不出来了。大家别急，还有土豆。那边种的是另一种高产作物。陆神医，这就是你说的另一种高产作物。这叶子都枯死透了，地底下还能长出什么好东西？就是，我看这地是废了，连根草都比它精神。神医，这玩意儿真能有收成吗？贤弟，这是个什么物件？大哥，这叫土豆，也是一种高产作物。您看这一个坑里，这一株就能收这么多。这一株少说也5、6斤啊！贤弟，这1亩地能收多少？大概2000斤左右。2000斤？你胡说八道！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灵儿，让人开挖！老天爷啊，这得有几千斤啊！陛下，这些土豆不仅产量极高，而且极其容易保存，完全可以用来当主食。这灰扑扑的玩意儿怎么吃？可以煮，可以烤，可以炸。灵儿，生火。又香又甜，而且吃下去肚子里沉甸甸的，真顶饱。好吃，比杂面窝头好吃100倍。这不可能！陛下，臣建议立即在全国推广。好，朕这就下旨。杨宪，立即拟旨，命各地官府全力配合推广新农法，谁敢阻挠，杀无赦。臣遵旨。哈哈，贤弟，你这次为大明立下了不世之功，朕要重重赏你。你要什么，朕就给你什么。陛下，臣不求赏赐，只求这些农法能真正造福天下百姓。哼，你不要，朕也得给。哈哈哈哈！还有灵儿丫头，这次你也出力不少。臣女谢陛下恩典。灵儿，朕赐你农学博士的称号，以后专门负责给朕推广新农法。农学博士，谢陛下隆恩。好啊，沈姑娘当官了，沈姑娘心善，活该当大官。陛下，臣还有个建议。说。要大规模推广这些新农具，光靠现在的铁匠铺不够，我们需要建立专门的制造作坊，而且还需要更先进的冶炼技术。贤弟，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臣需要一批熟练的工匠，还需要改进冶炼工艺，只有这样才能大规模生产农具。没问题，工部全力配合你，要人给人，要钱有钱。神医万岁，农神万岁！神医万岁，农神万岁，活神仙万岁！各位乡亲，陆凡何德何能，承受大家如此厚爱？神医您太客气了，没有您，我们哪能见到这样的好收成？就是啊，
神医，您就是我们的大恩人。好了，今天的收获足以证明新农法的成功。现在最重要的是抓紧推广。诸位爱卿，回去后要全力支持新农法的推广，不得有任何懈怠。臣等遵旨。诸位爱卿，边关急报，瓦剌部再次叛乱，屡犯我大明边境，杀我百姓，掠我牛羊。陛下，瓦剌部这次来势汹汹，据探马汇报，至少有3万骑兵，而我边关守军不过15000人。哼哼，3万对15000，朕的军队什么时候怕过数量劣势？陛下，臣以为应该立即调集京城禁军北上支援。调兵需要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而且大军北上，军饷粮草都是问题。臣参见陛下。贤弟，你来得正好，边关有急，你有何良策？陛下，臣以为除了传统的军事部署，我们更应该注重军队的软实力。软实力？详细说说。陛下，历代战争，士兵死于刀剑的只占30%，死于伤病的却有70%。如果我们能大幅减少伤病死亡，不就等于凭空增加了1倍兵力？陆神医，战场上刀剑无眼，受伤在所难免。如大人说的对，受伤确实难免，但伤后如何救治却大有文章。陛下，臣建议建立专业的军医营，培训战地急救知识，包括止血、包扎、骨折固定，还有预防伤口感染的方法。这些真的有用？陛下，这是臣配制的金疮药，专治外伤，一般的刀伤剑伤用了这个3天就能愈合，而且不化脓。先生，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我军战斗力确实能大增。不仅如此，臣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什么想法？改进我军的火器。陛下，大明的火炮虽然厉害，但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陆神医，火器制造是我工部的专长，我们的神机炮已经是天下无双了。哼，黄大人，不如我们比试一下。比试？对，用你们现在的火药和我改进后的火药，看看威力差别。哈哈哈哈哈！好，那就试试。陛下，这是臣用新方法制成的火药，请您过目。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陛下，威力见分晓。先是传统火药。威力不错。现在是臣的改进火药。怎么可能？同样的炮，威力差这么多。黄大人，这就是配方的差别。臣不仅改进了火药配方，还制造了新式的炮弹。陛下，这叫开花弹，内部装满了铁片和钢珠，爆炸时能形成大范围杀伤。这个威力如何？陛下，不如亲自看看。太厉害了！这一炮能杀伤几10个敌人。贤弟，你这火器简直是神兵利器呀！陛下，这还不算什么，臣还有更厉害的。这叫震天雷，专门用来攻城拔寨。这小小一个球能有什么用？这是什么妖术？不是妖术，是化学，合理搭配各种材料，就能产生巨大威力。贤弟，如果我军都装备这样的武器，还怕什么瓦剌骑兵？陛下，除了武器，军医营也要抓紧建立。
两手都要硬，才能打胜仗。即日起，成立军医营和火器研究司，全部由贤弟负责。需要什么人，需要什么钱，尽管开口。陛下，臣需要100名聪明的士兵学习军医，还需要50名熟练工匠研制火器。没问题，朕这就下旨调人。报，陛下，边关紧急军情。快说！瓦剌大军昨夜突袭雁门关，我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守将王弘祖请求支援。伤亡如何？死伤过半，不足8000人能战。该死的瓦剌蛮子！陛下，臣愿意亲赴前线。你，前线刀剑无眼，你一个医者。陛下，正因为臣是医者，才更应该去。而且臣制造的新式武器，也需要有人指导使用。父皇，儿臣也愿意随先生前往。彪儿，你身体刚好，不宜远征。父皇，儿臣已经完全康复了，而且太子理应为国分忧。也好，你跟着贤弟去，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但一定要听贤弟的话，不可鲁莽。儿臣遵命。灵儿，你也跟我去，军医营需要你帮忙。公子，灵儿哪里敢上战场？别怕，有我在。而且救死扶伤是我们医者的职责。怪事儿，真乃天大的怪事儿！去边关打仗，怎么带这么多背药箱的大夫？哼，我看朝廷是真没兵了，连太医院的学徒都拉上去充数了吧？这帮细皮嫩肉的去了能干啥？给瓦剌人号脉吗？就是啊，你们看后面那些黑布蒙着的车，死沉死沉的，难不成提前把棺材都备好了？备好了！先生，您听听百姓们怎么说的。咱们这次北上，带的都是些没上过战场的军医，加上运送火器的人马，满打满算才这么点人。那瓦剌可是有3万精锐骑兵啊！我们真的能打赢吗？殿下，胜负不在兵多兵少，而在用兵之道。话虽如此，可那是3万铁骑，就是3万头猪，咱们这点人砍3天3夜也砍不完啊！殿下放心，况且我们有秘密武器。先生说的秘密武器，就是这几车震天雷和开花弹，真能顶得住3万人。殿下，只要用得好，3万瓦剌骑兵不过是排队送死的活桌子罢了。公子，我听说那些瓦剌人青面獠牙，生吃人肉，连骨头都不吐，他们真的很厉害吗？灵儿不必担心，他们再厉害，也不过是血肉之躯。可是我连鸡都没杀过，我怕见了血会晕过去。你是大夫，不用你杀人，你只管救人。杀人的事儿交给我和这些火器，只要是血肉之躯，就挡不住咱们的炮弹。全军听令，加快行军。大明的皇帝再厉害，也救不了这些龟缩在关城里的明军。大汗，明军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他们的箭矢快用完了，粮食也不多。大汗，我们明天就能攻下雁门关，到时候长驱直入，直取大同府。朱元璋以为他的火炮厉害，殊不知我们的骑兵更快。等我攻下大同，看他还敢不敢巧去我瓦剌部。将军，朝廷的援军什么时候能到？我们的粮食最多还能撑3天了。不知道，现在只能坚守。3天就3天，就算饿死，也不能让瓦剌人踏进关内一步。将军，城外来了一支明军，说是朝廷派来的援军。援军有多少人？看起来不多，大概1000把人的样子。1000把人能起什么作用？瓦剌大军可是有3万人啊！算了。有总比没有强。打开城门，让援军进来。末将王弘祖参见太子殿下。王将军免礼。战况如何？殿下，末将惭愧，瓦剌人来势汹汹，我军损失过半。王将军，这些伤兵都没有得到及时治疗。陆神医，军中缺医少药，能活下来就不错了。现在不用担心了，军医营听令，立即建立野战医院，救助伤员。是。姑娘，你这手艺真好，包扎完后舒服多了。这是应该的，你好好休息，
很快就能痊愈。神医，这个兄弟还能救吗？放心，死不了。3天后他就能下床走路。胸部中箭还能3天下床，这简直是神迹！神医来了，咱们有救了！兄弟们，朝廷没有忘记我们，陆神医亲自来救治我们，太子殿下也与我们同生共死。誓死守卫雁门关，誓死守卫雁门关。先生，敌军人数太多，我们该如何应对？殿下，你还记得这个吗？臣还要给瓦剌人一个惊喜。王将军，城内还有多少火炮？回神医，还有8门大炮，但火药不多了。火药的事儿不用担心，臣带来了足够的火药，而且威力比原来的强3倍。王将军，今夜瓦剌人肯定会夜袭，我们要给他们准备一份大礼。等敌军再近一些，现在距离太远，杀伤效果不好。点火！我的天，这威力！撤退！撤退！这是什么妖术？明军有神助，快逃啊！怎么回事？大汗，明军有神兵利器，我们的人死伤惨重。什么神兵利器？大汗，明军的炮弹会爆炸，一炮能炸死几10个人。还有会飞的火球，落地就爆炸。会爆炸的炮弹，会飞的火球，这明军到底从哪里搞来的这些东西？神医威武，太子殿下威武！先生，这些武器真是太厉害了。殿下，这只是开始，明天白天还有更精彩的。公子，刚才的爆炸声好响，我都被吓了一跳。灵儿不用怕，那是我们的武器。很快瓦剌人就会知道厉害了。神医，末将现在才明白什么叫神兵天降。有您在，我们一定能守住雁门关。王将军，守住关卡只是第一步，臣还要让瓦剌人知道侵犯大明的下场。大汗，昨夜咱们死伤太惨了，明军的武器太邪门，一炸就是一大片，咱们绝对不能再硬攻了。那怎么办？难道让咱们瓦剌的勇士就这样灰溜溜的夹着尾巴撤退？大汗，不如咱们绕过雁门关，从别的地方入关吧。这雁门关现在就是个吃人的火坑啊！是啊，那火球太吓人了，战马听到声音就腿软，根本冲不过去。荒唐！我瓦剌部纵横草原，什么时候怕过明军？就算他们有什么神兵利器，我就不信还能阻挡我3万铁骑！传令下去，全军准备攻城！今天就算拼过所有人，也要给我攻下雁门关！先生，他们又开始列阵了，看样子是要强攻了。我的娘嘞，黑压压的一大片，这得多少人啊！瓦剌人疯了，这是要跟咱们拼命啊！咱们这点人能顶得住吗？很好，神医，敌军要拼命了，咱们怎么办？让他们来吧，今天就让这帮瓦索人见识一下。儿郎们，给我冲！抢光明军的财宝，抓光他们的女人！神医，敌军人数太多了，这黑压压的一片，根本看不到头啊！完了完了，3万人一起冲，咱们这城墙怕是顶不住一炷香。这马蹄声震得我心口疼，咱们这点人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这怎么打？人家一人吐口唾沫都能把咱们淹死。王将军莫慌，人多未必是好事，他们挤得越密，死得越快。殿下，还记得昨晚开炮的感觉吗？记得，很刺激，看着他们人仰马翻，太痛快了。哼，
今天的会更刺激。先生，这是什么？看着像个大号的烟花筒，这构造也太复杂了。这叫火箭弹，威力比昨晚的震天雷还要大得多。神医，这玩意儿怎么用？需要我们做什么？您快下令吧！敌军马上就到城下了。传我命令，让所有士兵都退后，躲到城墙垛子后面去。躲起来！神医，您开什么玩笑？都躲起来，那谁来守城？敌军要是搭云梯爬上来怎么办？就是啊，神医，咱们不放箭，不砸石头，他们岂不是直接就上来了？王将军，等我的信号再出来。现在全部躲起来。这，相信我。全军听令，全部躲到城墙后面，没有命令，谁也不许露头。都蹲下，没命令谁也不许抬头。这到底打的什么仗啊？敌人都到眼皮底下了。公子，他们来了好多人，我看清他们的脸了，好吓人。别怕。明军下破胆了，城墙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冲上去，第一个登城的赏金10000两。送你们上路！这是什么东西？老天爷，这还是打仗吗？我的亲娘嘞，这简直是天罚呀！魔鬼！这些明军是魔鬼！快逃啊！明军有天雷，不许退！给我冲！完了，全完了！我的老天爷，这是什么神仙手段？神医真是天神下凡啊！咱们不用死了！神医万岁！大明万岁！先生，您这些武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太可怕了！殿下，这些都是工匠们的智慧结晶，关键是要用在正道上。公子，您太厉害了，这些坏人都被您打跑了。灵儿，这叫以德服人，德国人发明的武器。德国人？那是哪个藩国？该死的明军，到底从哪里搞来的这些妖术？大汗，我们已经损失了5000多人，士气崩溃了。什么？5000多人？怎么会死这么多？大汗，明军的武器太厉害了，会飞的火球落地就爆炸，方圆几十丈内的人都会被炸死，根本躲不开呀！大汗，咱们还要继续攻城吗？再打下去要全军覆没了。再试一次，这次我们分散攻击，不给他们集中轰炸的机会。殿下要干什么？快回来！追击敌军！先生说了，要趁胜追击，绝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兄弟们，为死去的庖筛报仇！报仇！报仇！明军冲出来了，快逃啊！回来！都不许退！给我回来！这些明军怎么这么厉害？听说他们有神行护佑，受伤也不会死。神医，对，就是那个会治病的明军神医。他不仅能治病救人，还能制造天雷。快跑吧，再晚连骨头渣都没了。殿下，我们的伤亡情况如何？先生，我们只伤了不到100人，死亡不超过20人，这简直是奇迹！公子，我刚才救了好多受伤的士兵呢，他们都夸我医术好。灵儿表现得很棒，战场救人比平时救人更有意义。神医，这次多亏了您，要不然雁门关早就失守了。
末将替全城百姓谢过神医。王将军客气了，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好，好啊！陛下，应天府来报，今年秋收比去年增产3成，苏州府更是增产了4成。当地百姓都说是遇到了1000年难得的好年景啊！好，这都是贤弟的功劳。若爱卿，户部那边如何？回陛下，由于粮食增产，今年的税收比往年增加了不少，百姓生活改善，商业也更加繁荣。臣预计明年的国库收入还会有大幅提升。好，贤弟和彪儿什么时候能回京？回陛下，按照行程，应该还有3天就能到京城了。传朕口谕，让御膳房准备接风宴。这次雁门关大捷，彪儿立了大功，贤弟更是功不可没。皇祖父，我的小雄鹰想皇祖父了没有？想了。皇爷爷，爹爹和陆叔叔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他们了。快了，再过几天他们就回来了。雄鹰这几天有没有好好读书？有，我已经会背3字经了，还会写好多字呢。这孩子聪明着呢，太师都夸他天资晶颖。不愧是朕的孙子。雄鹰，等你爹爹回来，皇祖父让陆叔叔教你更多有趣的东西。真的吗？陆叔叔会变很多神奇的东西，我最喜欢他了。当然是真的。陆叔叔不仅会治病，还会制造很多有趣的东西。等他回来，皇祖父让他专门给你表演。太好了，我要学会陆叔叔的本领，将来也要帮助很多人。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有这样的想法，将来必定是个好皇帝。皇祖父，我饿了。那我们去用膳。今天御膳做了你爱吃的糖醋鱼。慢点吃，别噎着。皇祖母做的菜最好吃了。小殿下胃口真好。是啊，看着就让人欢喜。皇祖父，您看那朵花好漂亮。是啊，这是皇祖父最喜欢的花。雄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菊花不畏严寒，就像我们大明的子民一样坚强。那我也要像菊花一样坚强。好孩子。怎么了？是不是着凉了？没事，可能是花粉。怎么回事？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陛下，殿下的脉象有些奇怪，不像普通风寒。那是什么病？这个，臣一时也难以判断，需要再观察几日。观察，赶紧开药。雄鹰，你感觉怎么样？皇祖母，我好难受。都是废物！平时一个个吹得天花乱尾，现在连个孩子的病都治不好。陛下息怒，臣等无能。陛下息怒，现在最重要的是救雄鹰。立即快马加鞭去雁门关，把贤弟召回来。那是什么人？是朝廷的信使。太子殿下，陛下有紧急诏书。怎么了？先生，京城出事了，雄鹰病重了。陛下要我们立即回京，先生，你一定要救救雄鹰，我求您了。殿下放心，我们立刻起身回京。陛下，太子殿下他们已经在回京路上了，让他们日夜兼程，尽快回来。还有，传朕旨意，谁能治好雄鹰的病，朕重重有赏。皇祖父，我是不是要死了？胡说什么？雄鹰会好起来的，皇祖父向你保证。
贤弟，你可算回来了。陛下，雄鹰怎么了？雄鹰病得很重，太医们都说没办法了。父皇，雄鹰他……先去看看孩子。陛下，雄鹰的病很复杂。什么意思？陛下，臣需要详细解释一下雄鹰的病情。雄鹰患的是一种叫做血癌的疾病。血癌？血癌？下官行医数十年，古医书上从未有过此等病名啊！是啊，闻所未闻。这到底是什么怪病？简单来说，就是雄医体内的血液出了问题。正常人的血液中有红色的血球和白色的血球，它们各司其职。但雄鹰体内的白血球出现了异常，不仅不能保护身体，反而会攻击正常的血壳。先生，您的意思是，雄鹰的血液在自相残杀？可以这么理解。这就是为什么雄鹰会发烧、身上有淤青、精神不振的原因。那能治好吗？很难，这种病即使用最好的药，治愈率也不高。什么叫不高？不足30%。不足30%，这简直就是绝症啊！不，贤弟，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你医术那么高明，连彪儿的脑疾都能治好，雄鹰的病你也一定能治好。陛下，臣会尽全力的，但这个治疗过程会很漫长，而且很痛苦。什么治疗？需要进行骨髓移植。骨髓移植？那是什么？骨髓还能移植？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呐！不可能！把骨髓换给别人，这怎么可能做到？陛下，人体的骨髓就像是血液的工厂，雄鹰的工厂出了问题，产出的血液都是有害的。我们需要找一个健康的工厂，移植到雄鹰体内，让它重新产生正常的血液。先生，您的意思是要把别人的骨头取出来，放到雄鹰身上？不是整根骨头，是骨头里面的髓液，那是造血的核心。但这个过程极其复杂，而且风险很大。贤弟，你直说吧。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与雄鹰血液类型完全匹配的人。这个人必须身体健康，年龄合适，而且愿意承受巨大的痛苦。什么痛苦？供者需要承受骨髓提取的痛苦，这种痛苦比生孩子还要疼10倍，而且还有生命危险。比生孩子疼10倍，还要命，这简直是酷刑啊！朕来做供者，朕愿意承受任何痛苦，别说疼10倍，就是要朕的命也行。陛下不行，年龄不合适。最好的供者是年龄相近的兄弟姐妹，其次是父母，再次是其他血亲。那就让我来，雄鹰是我的儿子，我做他的供者天经地义。殿下可以，但首先需要检测血型属匹配。这又是抽血验亲，真能看出什么名堂？殿下，很遗憾，您的血型和雄鹰不匹配。什么？我是他父亲，怎么会不匹配？先生，你是不是弄错了？血型遗传很复杂，父子之间血型不匹配是有可能的。那我呢？我来检测，抽我的。皇后娘娘也不匹配。这可怎么办？难道就没有别人了吗？朕的其他儿子们呢？雄鹰的叔叔们全都给朕叫来。可以试试。父皇，只要能救雄鹰，让我做什么都行，抽我的血。对，雄鹰是我们朱家的希望，要骨髓尽管抽。全都不匹配。
全家人的血都喝了，这莫不是天意啊？根本没贤弟，这可怎么办？难道真的没办法了？陛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民间寻找匹配的供者。民间？对，虽然血葱匹配的概率更高，但普通民众中也可能有匹配的，只是需要大量的人来检测，而且即使找到了，也需要对方同意。传朕旨意，全国范围内征集志愿者，谁愿意为雄鹰提供骨髓，朕重重有赏。陛下，这样大张旗鼓会不会引起恐慌？百姓可能不理解什么是骨髓移植，万一被有心人造谣成朝廷要抽百姓的筋骨，后果不堪设想啊！那就让贤弟解释清楚。朕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救雄鹰。谁敢造谣生事，朕诛他9族！抽骨髓，那不是要把人的骨头敲碎了，把里面的油熬出来？这可是要命的勾当啊！就是啊，听说朝廷要拿咱们老百姓的命去换小皇孙的命，谁敢去啊？太吓人了！快走快走，别被抓了撞停！乡亲们，大家静一静，骨髓移植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可怕，供者只需要承受一些痛苦，但绝对不会有生命危险，更不会敲碎你们的骨头，而且这是拯救一个孩子生命的机会。神医，您说的轻巧，真不伤性命。大家想想，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你们自己的孩子，你们会怎么样？难道你们不想有人能伸出援手救救他吗？神医，如果真的像您说的那样，我愿意试试。反正我身体强壮，不怕痛。老李，你不要命了！神医救过咱们的命，教咱们种粮食。现在神医需要帮忙，我老李绝不含糊。好。送我一个，我也愿意。还有我也愿意。雄鹰，你一定要坚持住。3天了，这高烧怎么就是不退？皇祖父，皇祖母，皇祖母在，皇祖母在这儿。皇祖母相信，一定会有好心人来救你的。雄鹰，你给朕挺住！朕已经让天下人来救你了，你绝不能有事。陛下，找到了，这位山东来的李大牛，血型和雄翼完全匹配。真的吗？快让朕看看！你叫李大牛？草民李大牛叩见皇上。好汉子，你可知道这抽骨髓有多痛？回皇上，神医跟草民说过了，草民不怕痛。这可是要受大罪的，你为何愿意？神医教我们种神种，救了我们全村人的命。现在神医要救小皇孙，草民这条命就算交代在这儿，也心甘情愿。好，朕绝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贤弟，什么时候能开始？陛下，手术需要在绝对无菌中的环境进行，还需要很多特殊的设备。需要什么尽管说，要人给人，要钱给钱，朕全力配合你。你们看，那都是些什么古怪物件？听说是什么无菌设备，这陆神医真的要剖骨抽髓啊！荒唐，简直是荒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等开膛破肚的邪术，怎么能用在皇孙身上？就是，要是出了差错，咱们整个太医院都要跟着陪葬。贤弟，你这些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朕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器械。陛下，这些都是医学研究的成果，现在最重要的是手术。陛下，娘娘，臣必须提前告知，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只有30%，而且即使成功了，雄鹰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贤弟，朕相信你，就算只有1成的希望，朕也要试一试。贤弟，
雄鹰就全交给你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绝不怪你。臣一定尽全力。皇祖父，雄鹰，皇祖爷在这里。皇祖爷，我是不是很严重？大家怎么都哭了？雄鹰不怕，陆叔叔会治好你的。陆叔叔，我会像菊花一样坚强的。好孩子，你一定会好起来的。现在你要睡一觉，醒来就不难受了。啊！陛下、娘娘、殿下，请你们出去，手术要开始了。公子，你真的有把握吗？灵儿，说实话，我也没有把握，但是我们必须尝试。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先生，全靠您了。灵儿，递给我骨髓穿刺针。公子，这个农夫真的很伟大。是的，有时候最朴实的人，反而有着最高贵的品格。骨髓提取顺利，灵儿，准备输血管。让我进去！我要看看雄鹰。太子殿下，神医说了，手术期间任何人都不能进入。可是都3个时辰了，怎么还没有消息？殿下息怒。3个时辰都没动静，我看8成是出事儿了。就是啊，把别人的骨髓抽出来，塞进小皇孙体内，这种破天荒的邪术怎么可能成功？让开！再不让开，我杀了你们！你去告诉他们，手术还需要时间，让他们不要着急，绝不能冲进来。是。太子殿下，公子说手术很顺利，请大家耐心等待，千万不能进来。好，我等，我不进去。系统，监控雄鹰的生命体征。监控中，血压80/50，心率120，体温39度2。警告，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糟了，情况比预期的还差。公子，雄鹰殿下的脸色更白了。正常现象。移植过程中，患者会比较虚弱，关键是要让新的骨髓在他体内生根发芽。陛下，宫外有很多百姓聚集，刁民聚众闹事，给朕轰走！不是闹事，陛下，百姓们都在为皇孙殿下祈福啊！有的烧香，有的送来自己种的补品，宫门外都跪满了。祈福？不仅如此，各地都有百姓主动要求前来做供者，说只要能救小皇孙，抽干他们的血也愿意。这些百姓真是好人啊！这陆神医到底施了什么妖法，连外头的泥腿子都向着他？闭嘴！这是先生种神种救从生换来的民心。灵儿，接下来的12个时辰是关键期，如果雄鹰的身体不排斥这些新细胞，就有希望了。那如果排斥呢？那就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贤弟，手术怎么样？雄鹰救活了吗？陛下，手术本身很成功，但现在还不能确定最终结果，需要观察至少1个月的时间。1个月？雄鹰什么时候能醒来？大概明天就能醒，但新移植的骨髓需要时间才能开始正常工作。在这期间，雄鹰的身体会非常虚弱，极易感染。先生，那我们需要注意什么？最重要的是保持绝对的清洁，任何人进入病房都必须去经过彻底的清洁，而且要穿特制的衣服。一点点脏东西都可能要了雄鹰的命。荒谬！哪有治病还要穿怪衣服的？治好了就是治好了，拖延1个月，莫不是在掩饰失败？就是这什么感染，听都没听过。都给朕闭嘴！传朕旨意。雄鹰的病房周围设置禁区，除了贤弟和必要的人员，任何人都不准靠近。违令者斩！皇祖父，雄鹰，
皇祖父在，皇祖父就在这儿陪着你。这都1天了，雄鹰怎么还是这么虚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我看就是瞎折腾，人都快不行了，还关在这什么无菌病房里。就是1天过去了，这病情根本不见好转，那陆神医怕是江郎才尽了。公子，第1天的指标怎么样？没有明显变化，新骨髓还没有开始工作。那怎么办？等，每隔几个时辰继续检查，这是最难熬的阶段。公子，第2天了，有变化吗？白细胞计数有轻微上升了。真的吗？虽然很轻微，但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新骨髓正在尝试适应。 2天了，还是半死不活的躺着，我看这所谓的换骨髓根本就是个笑话。系统汇报最新血液指标。公子，你怎么了？灵儿，我们成功了！陛下，骨髓移植成功了，新移植的骨髓已经开始正常造血了。贤弟，你说什么？雄鹰体内的排斥反应非常轻微，完全在可控范围内，最多再有3到4周，雄鹰就能完全康复。完全康复？哈哈哈哈！天佑大明，天佑朕的孙儿！阿弥陀佛，老天保佑，陆神医真是我们朱家的大恩人啊！先生大恩，朱标没齿难忘。这不可能！刨骨抽髓竟然真的能救活绝症，这简直是起死回生啊！陆神医的医术不等凡人望尘莫及。服了，下官彻底服了，这才是真正的神医啊！皇祖父，我饿了。好，朕这就让御膳房准备。雄鹰想吃什么？我想吃皇祖母做的小馄饨。好，皇祖母这就去给你做。雄鹰，感觉怎么样？陆叔叔，我好多了，就是还有点累。累是正常的，你的身体正在恢复，需要更多的休息。陆叔叔，我听皇祖父说有个哥哥救了我。对，有个叫李大牛的大哥哥，他把自己的骨髓分给了你，现在你体内流淌的有一部分是他的血液。我想见见这个大哥哥，当面谢谢他。好，等你身体再好一些，皇祖父就安排你们见面。神了啊！真是神了！陆神医这手段简直是阎王爷手里抢人啊！神医，我什么时候能见到皇孙殿下？我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皇孙殿下恢复得很好，他也很想见你，不过还要等几天，确保没有感染风险。没关系，我不急，只要皇孙殿下能好起来就行。大哥哥，谢谢你救了我。皇孙殿下，这是我应该做的，看到您好起来，我比什么都高兴。大哥哥，以后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陛下，雄鹰的恢复情况非常理想，按照这个速度，再过2周就能完全康复了。哈哈哈哈哈！贤弟，你不仅救了雄鹰的命，更是拯救了我们整个朱家。贤弟，这次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陛下娘娘，这是臣应该做的。而且真正的功臣是李大牛，没有他的无私奉献，就没有雄鹰的重生。朕已经下旨，李大牛一家将永远受到大明的保护，他的恩德，朕永远不会忘记。